在哪儿？不知道，没看见他们。别怕，有我。看他们往哪跑，跟上。在这里！别怕，有我在。紧急命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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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七，到楼下集合。雷七，到楼下集合。是。奇怪的梦，奇怪的世界，奇怪的人。更奇怪的是，梦中强加了一个爱人给我，而我还义无反顾地为他牺牲了。我们从来都控制不了梦中的自己，甚至那可能根本就不是自己。哎，休息好了吗？是的，首都军区第3集团军技术一班中尉雷七前来报道。只有我一个吗？是的，跟我来，上飞机再说。队长，什么情况？恐怖的任务，不要多问，我也解释不清楚。最高司令部点名要你，而且咱们部队只要你。地点呢？地点天虹市。像是来了鬼一样。现场看起来很紧切，很多人员都在调度中。人都到齐了吗？凯威，人给你带到了。来了，请坐。我说明一下情况啊，天虹市郊区东明街14号协一钢厂发生了恐怖的事情。这是监控画面，大家看一下。都看明白了吗？
鬼啊！科学点，既然存在，即合常理。我们是临时组成的一个突击小队，前往该厂区捉拿目标。大家都是司令部钦点各个部队的精英兵王。自我介绍的事情，咱们路上说。我是本次任务的总队长李凯威。事不宜迟，出发！刚才说过了，我叫李凯威，少校，本次行动的负责人。来，下一个。我叫雷七，前侦察连队员，后转军工科技术尖兵，18岁当兵，到现在13年了，中尉。王福之，少尉，侦察连7年，军区3大冠军。刘战，少尉5年，特种作战连老兵。方信，都叫我阿信，中尉，军区狙击冠军。文龙，中尉，擅长近身作战，军区马拉松冠军。文豹，中尉，我和文龙是2兄弟，亚军，马拉松军军。余卫，特勤中队。张兴彪，少尉，侦察连尖兵。好，介绍完毕，大家按自己的编号找到箱子，在2分钟之内传带完毕。什么东西？我是2号。哦，怪骨骼装甲，酷啊！给我们用的吗？哎呀，好家伙呀！这是沙河军事科技研发中心的试验机，名为太极鼎 1.0 外骨骼作战系统，从未对外公布过，算是我国首次使用于实战。这玩意儿怎么穿？不知道。我知道，这儿有个开关，可以打开。你这么熟悉？我是东部军工科技术尖兵，全球所有的军工技术都会在我们部门汇总。只是这套装甲理论上还在研究阶段吧，还在研发阶段就敢用。情况紧急，你们也看到了，对方不是人，可以把一辆警车轻松削断。这个现在操作很简单，只是加强了我们的运动能力，容易学。你也不能把坦克开进城吧？啊，这已经是最好的巷战重武器了。队长，你不穿？我是指挥官，这玩意儿数量有限，我就不穿了。瞎说，没有鬼。到这里集合。现在，我任命雷七中尉为一线行动队长。好，准备进入任务区，出发。太极鼎小队，
出发！就在那个里头，那里头，离这里有不到200米，我们不敢再过去了，他会进攻我们。我们已经把他包围起来了，用手枪打他没得用啊！好，我明白了。你们行不行啊？小心点儿。放心，加强，前进。上一次出现的位置就在前面，你们注意点。明白，大家注意，小心警惕，牙可能就在前方。这里破坏严重，现场很惨烈。雷西，有什么情况？前方有交枪人员，应该救援吧？大家注意，超过正常生命体热量，小心靠近。鬼哭！毛都竖起来了，一身鸡皮疙瘩。哎，你小心点！鬼哭！鬼哭！别瞎闹！什么鬼哭？我不信鬼。是你第一个说鬼，你有什么你不信鬼？我信你个鬼！你个糟老头鸡！要仔，你个糟老头鸡，换个狠的！好了，保持队形，我们慢慢靠近。声音就从前面那堆垃圾那边传过来的。警戒！看到没？他起来了。这是个什么东西啊？什么呀？这是不是在冒鬼火呀？我们出来了！快，大家赶快！这地方啊，搞不了了！开枪！开枪！射击！赶紧！快不行了！你们在哪儿？这也太锋利了！这俩兵不错，现在是谁？王副师，是王副师。你就快！停机！稳住！下车！别乱了阵脚！他娘的，这不怕死吗？火力压制！火力压制！尼玛！锁定！锁定！诸位，这玩意儿真能把装甲切了吗？是的，队长，保护强度不够。他打不动，装甲防不了。你敢给我停留？效果怎么样？不知道，击倒了，看起来好像没事。他好像在找我的位置。哎，哥们儿在这儿呢！嘿。他在干嘛？他又飞了！
在空中盘旋！小心小心，不知道他要干嘛。不会要放我的大招吧？我藏得住了，我相信能打动他，他可能在找机会。小心，文一，你为下队掩护。是。这个闪光，随线通道真透彻，效应很机械。诸位小心！队长，这边，外面合作，这样用才对。搞什么好？就你会好？我去！躲他！躲他！太吓人了！我去你大爷的！他倒了！我弄死你！我！小心点，小心！还把这大没脖子呢！我去！打不死你，我要干掉你一层皮！你去了！好大呀！大的力量！快点，快上来！队长！队长！队长！别追了，我手上追东西，大家先检查一下伤势。第一轮交锋结束，阿福牺牲了，彪子左手断了。你干得很好，咱们都是第一次面对这样的怪物，咱们没有乱。我可能指挥上太冒进，犯了不少错误。所以你问候人家家人了？也不知道丫他妈是不是个孤儿。我们给他上了追踪器，你们继续保持包围圈，盯紧他。我们必须研究新的对策。小队，我去，装甲车都开来了！哎，往里边开，往里边开！需要帮忙吗？这边，这边，这边，这边。对了，这个我们暂时定名为罗刹1号，当然这是个代号，并不代表被定性成真正的罗刹。他大概5个小时前袭击了一个叫刘飞宇的人的家庭。刘飞宇是这个协议钢厂的普通高管，性格老实，没有什么仇人之类的，也不信鬼神，也没有对鬼神不敬。当然有个身份特殊的点，他应该是历史某刘姓皇帝的嫡系后裔。不过这都过了多少年了，估计没关系。他整个一家都被这个罗刹1号杀死，工友报警，然后工友跟着被害，不少警察也出现了伤亡，破坏力极大。我们一直用武器把他堵在这个工厂附近，但我们其实堵不住他，他只是没有走而已。那这个钢厂
有什么问题呢？比如说会不会建在坟上什么的？查过了，没有。你们还真查呀？你很难不查吧？钢厂本身的问题呢？厂长是谁？钢有没有问题？厂长现在在国外，查他得花点时间，但也是个普通老百姓，没什么特殊身份。至于钢本身的问题，现在还没有开始查。你经历了实战，有什么看法？目前我们95式突击步枪5.8毫米的子弹对他基本无效，被弹开。但是阿豹用井盖挡住，而我一脚踩到了他的头，还抱了一下他的身体。身体里有一种神经结构，看起来更像钢丝结构，就不知道跟这个钢厂有没有关系。不过外壳太坚硬了，一般的警用武器对他基本伤不了。然后呢？然后这家伙智商有点问题。你就是想骂一句呗？我说的是事实情况，智商有问题，很机械，缺乏人性。当然了，他也不是人，缺乏生物性，像是一个机器人。机器人？不太可能。目前世界各国的军事技术还不能研发出这种强度的机器人。对，能空中自由漂浮、转体，冲击力比汽车还大，动力在哪？关键是那哭声。这种东西目前地球总还是需要音响设备才能制造吧，但那种声音绝对不是音响发出来的，所以这一点我也理解不了。嗨，那是罗刹，当然没有生物性，死了吗？你都看着我干啥呀？别告诉我在我身后啊！啥意思呀？瞧你那胆子，怎么当的兵？我没怕，好吧？这绝对不可能是真正的鬼魂，信我。我补充一点，我近距离看到了，他被12.7爆头的位置有凹痕。12.7能打出凹痕？我估计水枪切割也许可以切开它。水枪切割？对，高压水射流切割技术混入金刚砂，连最硬的钢板都能轻松切割。真要对付这家伙，我们需要改装武装，近距离使用有奇效。那为什么不做一把钨钢头去砍？不是更像战士用的武器吗？不一样，毕竟不是砍人，是坚固的物体。你想想，你在家做菜切肉是用切还是砍？切。对，水切割只需要机械强度足够就行，但是挥砍要产生那么大的动能，我们的肉体手臂也支撑不了。明白了。那这不是个小工程啊！我马上上报情况，这个案件会被列为高度危机性事件。啊！跑了，他跑了！盯紧，盯紧！太快了，根本打不着。导弹已锁定，是否发射？什么型号的导弹？天空卫士，麻雀。麻雀，最大射程13公里。你有算过导弹的落点没？对方是那种玩意儿，如果没射中导弹落点，进入天虹市市区怎么办？还没到战争时期，导弹不能随便对自己市区上空发射。对，密切追踪就行了。是。那就趁着现在的时间，大家休息一会儿。我跟雷奇去军械厂改造一些武器，供大家后续使用。别看我是狙击手，但是玩机械外骨骼我也能很快上手。你得跟我学。哥，这玩意儿对抗下去，会不会容易打坏啊？打坏了还能叫外骨骼？那也太开玩笑了。可我力量大呀！来，接着打。好，来，用力，用力，来。战哥，怎么样了？彪子手没了。有新人补充吗？问过了，暂时没有。这种任务这么刺激，怎么就没人来参与呢？
刺激。当时阿福倒在地上，头在这边，腿在那边，绝望地看着我，是挺刺激的。怕了吗？并没有。话说回来，我们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就因为我们在部队表现比较突出，其他部队不能干吗？我们是临时被拉到一起组成的队伍，我不解其意。我也不解其意。哎，咱先不说这个，想想那家伙挺厉害的，要是组成军队的话，我们可怎么对付？怎么对付？用拳头对付呗，怎么对付？哟，包子，挺能打呀！要不然怎么能到这儿来？来，战哥，来一场！哎，好啊，正好今天烦，想找人打架。你这么说，我就更想揍你了。穿这个打吗？当然，适应性训练。小包，战哥也是个好手。哼，谁怕谁？大家都是好手。来，动起来！哇！你是笨啊你！这是范美。使点吗？战哥，地板砸坏了。这啥玩意儿？启动力量这么差！停！这机甲力气真大。战哥，你咋这么彪呢？我们第一次上阵就匆匆忙忙，东西也没玩熟悉，这个鬼魂什么玩意儿的就打得屁滚尿流，还牺牲了一名兄弟，不开心呢。那倒是，哪怕多给点适应时间。可是那鬼一刀就把咱们装甲砍断了，咱们自己打自己，打凹陷都困难，还是有差距的。而且那家伙力量也比咱们大，现在也不知道对方到底有多少能力。哎，队长雷七呢？哦，说是给咱们升级装备去了。这里是沙河作战装甲研究中心，你们配备的那套太极鼎 1.0 外骨骼装甲是我们的试验机。实验机？拿个实验机给我们去冒险？是最高司令部的命令，说事态紧急，让我们拿出能保护战士们安全的装备。我甚至都不知道是干什么。那也不能是试验机吧？这些设备虽然是我们赶工出来的，但是能保证是国内顶尖技术了。可谁能拿出来运用到实战的成品装备啊？谁能拿出来？国外也不行啊！别杠，有没有下一代？苏老文，过来！来，这位是苏文文，机械技术方面绝对是天才了。基本上现在都是他在主持设计，他有一整套外骨骼装甲的方案。你好。这位是凯威少校，这位是雷七中尉。长官们好。理工科美女，介绍介绍。我是16多年被说一句保送到废话，可能就会有战士牺牲。是这样的，我们团队目前已经研究出了最新石墨烯研磨技术。石墨烯知道吧？懂？不懂。
没事儿，就是碳的一种，非常非常薄，0.3纳米的厚度，但是机械强度是钢铁的200多倍。所以我们准备用13组石墨烯加气凝胶来做护甲内胆，钛合金面皮，然后我再研制侵入式脑机接口，可以智能化操作。13组石墨烯层，上个版本用上了吗？上一套盔甲被一刀切断。哦，什么鬼？厉鬼。啊！放心，新的护甲，铁血战士来了也不可能轻易穿透。他一点都不惊讶，理工科女子。哦，对了，我们的武器也有问题，我们的普通枪支威力不够。到底是打什么呀？铁血战士啊！我喜欢这部电影，就是因为这个，我才喜欢研究如何打败这些怪物。下到变异蚂蚱，上到国际太空，我都喜欢研究。我提个思路，短兵作战，水切刀，液压钳。战士大哥，你真的觉得这些可以运用到实战当中吗？得看大小。给我来！目前我国已经有了最先进的高压水射流切割技术，可以轻松切开10厘米厚的钢板。看，10厘米厚的钢板哦。这就……这已经是我改良过的世界上最锋利的刀了。但是真要用这设备做把军刀的话，别说普通军人，就是项羽也没有办法扛着挥舞。这才是外骨骼作战装甲的用武之地。所以，这个思路我早有构想，能完成。至于液压器，怎样？用来干嘛？捏碎铁血战士的脑袋。帅呀，太帅了！哈哈，你还挺有激情。如果说是利用上帕斯卡工业液压技术，我们可以做一个强力液压爪，军工级别这个可以有。帅呀！我再找美术人员设计一个酷酷的造型。不，我就要你设计。为什么？因为快。敢问大哥，铁血战士是真有了？铁血战士没有，铁头脑瓜是真有了。敢问大哥，我可以加入你们的团队吗？我保证随时更新设计，随时提供最先进的设备。哎，你们不是来撬人的吧？不，我们只是临时组织的一个团队。好，一言为定。我做梦都想成为一名太极侠，身披战甲，直入云霄，冲向宇宙。我马上开工。咱们去宇宙吗？不去。无论是5.8还是12.7，都不能击穿那个铁头脑瓜。12.7毫米的石式狙击，1000米距离可以击穿大约10毫米军制钢板，还击不穿你说那东西？但是有效果，会被打凹陷。我认为航空机炮可以试试。航空机炮倒可以呀，30毫米机炮如果采用贫铀穿甲弹，可以穿透大约70毫米军制钢板。不过这数据不是一个定数，它是跟距离还有具体材质有关系。那就拿30毫米的机炮。行，装哪儿？人扛。妈呀，人扛！听说过外骨骼装甲吗？不会是传说中的太极鼎吧？我还真没见过。实装吗？这个我不能说。拿航空机炮改装一下，人扛，重量控制在40公斤以内。人扛，后坐力太大了。如果有动力装甲的话，解决了后坐力和重量的问题。
那装弹量得考虑。初步构想，装弹量30发吧，到头了。这玩意儿一般装在武装直升机上，30发1秒就打完，太快了不行。这样吧，半自动2连发，配这个大型弹架。哎呀，还真有点未来战争的味儿啊！你只有6个小时。6个小时？雷切，你是要真把我往军事法庭上搁呀？7个小时。我研究研究。哎，抓紧时间啊！看不出来呀，你虽然只是中尉，但是对军事工业的调度还真是权限大呢。要不然最高司令部为什么要我来呢？哎，说真的，我还不大了解你，介绍介绍。我也说，我也是16岁保送首都军事技术学院的，你信吗？虚虚实实。我喜欢做梦，每天都会梦到很多奇奇怪怪的东西，这让我觉得给我开发了智力，以及让我理解了很多非常人能理解的东西。这算特异功能吗？如果一个人非常聪明，不算；如果一个人非常能狗斗，不算；如果一个人非常帅，也不算。但加在一起就算了。真有你的啊！哎，不行了，忙了一晚上，我建议我们抓紧时间睡一会儿，不知道下一步事件什么时候来呢。好。带来痛苦的可不仅仅是腰带。想到一个普普通通的女兵，竟然能说出这么深的话来。带来痛苦的可不仅仅是腰带。我觉得我现在应该在梦里。我这句话真的是这样的吗？太神奇了！我感受到一个文明的厚重意识，信息量如此巨大，真是一语惊人。我得写下来。山海长空。你知道山海际会吗？你说什么？你知道山海际会吗？什么山海际会？他开始行动了，地球会有重大变故。我甚至不能保证，明天来找你，你还存在。你是谁？调查者。你现在说的我根本听不懂，而且，你是怎么进来的？这可是军营。特权。如果你想聊什么，就好好说话。我发现你有可能是关键人物，所以我们会持续关注你。从今天开始，你时刻要留意。我。给你机会，重新说。我的权限暂时只能说这些，但是我可以给你看一幅画，保证我不是随便说说。我们是不是太紧张了？感觉随时都会被攻击一样。反正我觉得他不可能凭空出现吧。
这边，这里是明月山指挥中心，离天虹市市区只有40公里。凯维上校申请了这里，暂时作为行动小队的活动基地。第5个小时，目标仍然在 A12B443位置停留，完全没有动。他什么时候到这里的？我是这次任务的行动队长雷钦。首长好，我是这个监控室的监控员陈欢乐。罗刹1号的行动轨迹是怎样的？从安装上监控开始，他就一直在这个位置朝着这个地方直线飞行，期间导弹部队试射过1枚刀片导弹，但是目标太灵活，可以自由闪避。您看，这完全是反物理飞行。理解不能。但是他看起来并不知道导弹是什么玩意儿，以为只是一只大鸟，完全没有表现出任何敌意。是的，然后您看，大概5小时前他就落在那个地方，那里是碧天峰峰顶，地面部队上不去，直升机进去也麻烦。一直不动，会不会是移花接木？我们用卫星拍照追踪，目前来说没有迹象换了什么，还是他。那他有没有什么奇怪的动作？完全没有，就这么一直趴着，像个蝙蝠。如果你描述的准确，我确信只有2种可能。第一种，他是一个机器人，没有接受到指令的时候可以完全不动。那第2呢？第2，打死我也不信他是真的鬼魂。好，有道理。雷钦，跟我来一下。感觉上是不好的消息。是的，山海机会你听过吗？什么山海机会？我不知道，我信不信得过你。我是一名普通军人，誓死守护自己的祖国。你可以不信我，但是我很简单。你这么说，我就更怀疑你了。为什么？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组织，号称掌握着地球的命运，所以谁又会说自己是呢？所以你怀疑我是那个什么山海机会的成员？不仅仅是有点怀疑，甚至我相信你就是。好吧，那你觉得我掌握了地球哪一部分的命运？那这就得问你们自己了。你们真的很恐怖，信不信我揍你？那为什么最高司令部要找你来执行任务？总有点关联才会找到你吧？上面派谁来执行任务那是上面的事，我只负责执行，有什么问题吗？你敢对天发誓？对天发誓有什么用？我对天发誓，我对地发誓，你说的那个什么山海机会跟我一丁点关系都没有。长空他找到了你。所以，至少你欺骗了我。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他在那神神鬼鬼说了一堆奇怪的话。他还找到了我。自从接手这个案件后，你、我，皆卷入了一场决定人类命运的任务。有这么严重吗？我刚刚接到了最高司令部下达的任务。专门为此次鬼魂事件成立危案一组，事件会一步一步扩大升级，直到我们驾驭不了，会有更高的人出面。目前由我出任总指挥，司令部点名要求你来担任执行队长。很多年前，司令部就在沙河军工厂研究太极鼎项，而且特别强调要调查山海机会。高度危机案件第1调查组。哎，你们在这儿啊？
新的装备到了。我是不是打扰你俩谈话了？但至少你带来的是好消息。走，看装备去。走。这是刚更新的。走，过去看。走。10套对吧？哦，是的。好。哦，太好了，队长来了。我带着工厂里100多个兄弟，连续干了15小时，现在10套新的太极鼎1型外骨骼动力装甲公测版完成了。我们只有6个人，怎么会有10套？我自己不也得有一套吗？我申请通过了呀，其他的嘛就备着。我可没同意你穿这个上前线，要是受伤了怎么办？我也没说我要穿着上前线，我是要穿着它工作的。你看，战场军医太极鼎。来，你看，看后面，各种换修零件，我就是移动修理装甲。哇塞，天龙特工队啊！让我想一个最合适的词汇来夸奖你。天，队长，你多说一句废话，就多一分危险哦。天，来吧，我们都试试。这边，这个是队长机，叫太极鼎虎贲。那个小鞋子是干嘛？队长，不必告诉敌人打这里。哦，也对。那么，队长机的电脑系统是最快的。队长机的头盔，这里有一个显示屏面罩。除装甲以外，这批头盔是安装了脑机接口的头盔。你看，这9个贴片完全吻合你的头部后，就能读取你的信息。你要不要试试？好了，现在的脑机接口肯定是不能想什么有什么的了，只能通过你大脑的一些微弱的脑电波来判断你选择了哪个项目。你看，中间有一个指针，你使劲想这个指针指到什么选项上，指针就会移动到什么选项。试试。哇，这就用掉1%的电了。对啊，我们世界的电池水平是有限的，而且你又没有助力，它是自动跳的。好吧，我自己研究研究，你们介绍别的。果然，一个合格的战队里总有一个大胖子。哎，我不是大胖子，我是高大强。没错，高大强就是你了。这台叫太极鼎背围，你看，液压大钳子。因为后背式液压机太重了，所以负责穿戴这一套的人也必须得有更强的负重能力。我看你行。我负责背这么个玩意儿，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哎，水切刀，这套叫太极鼎仙灯。你行吗你？作为男人，没什么不行。那你来这套合适，千刀。这把水切刀叫水冰硕，我取的名儿。你太极鼎玄甲。我是狙击手，我来。你太矮，人小能量大。我呢？我就知道有美女。这个太极鼎福鹰。总的来说都是制式作战装甲，只是根据雷七队长的需求，额外加装了几个装备。我觉得女战士还是要有优美的腰线设计，机甲配美女，猛男甚相许。理工科的激情。最后谁是狙击手啊？太极鼎击叉，当当当当。
哎，这机叉有什么特点吗？扛枪更稳啊。扛枪？那枪呢？对啊，哎，枪呢？我们不生产枪哦。不会忘记，枪在别的地方生产。这会儿估计也快到了。久等了啊！干将20， 30毫米改装机炮，过瘾吧？哇！我还以为只是打打铁血战士呢，你们这是要干扎古啊！11式狙击榴弹发射器，魔改，35毫米口径，冷焰狙，怎么的？谁是狙击手？老婆，我们结婚吧！哇，这玩意儿得俩人抬，行不行你？太极鼎扛这么个玩意儿有什么不行的？虽然我明白这些确实是为前线战士准备的，我只是在指挥厅工作，但是我也很眼红啊。嘿，哎，虽然我知道不该问的不问，但是我真的很好奇，你们这装备在实际战场的使用情形是很小，说不定会被一台武直吊打。哎，你们用来干嘛呢？武直吊打就算了吧，我能自由运动，规避导弹。普通的航空机炮也射不穿我的盔甲。打穿打不穿不知道，但人在里面会真上吗？这个你放心，我是专家。减震这块你都想到了，我能想不到？哦，哎，但你这没有武直机动，也不如武直火力猛，哎，甚至不如一辆普通坦克呢。就人家那主炮威力，这没法提呀。反正最开始我接到研究这个的命令，就不是用在常规战场的。哦，难怪。我是不是说多了？虽然丁强是自己人，但是你确实说多了。队长，赶紧到监控室，有情况。队长，追踪到一个信号。能翻译吗？居然是2进制代码。这罗刹也用2进制？有2进制说明可能有电子元件，显然罗刹是物质构成的，那么有2进制的信息就非常可疑。有没有可能是人传给他的？这个不一定，如果是人传的，那2进制就太简单了，有点不把我们军事破译技术当人的样子。看，图形构成看起来像个太极八卦图，它在一下一下抽搐式转动。哇，这就玄幻了，有个太极图哎！这不开玩笑呢吗？不过这个图是动态的，它指向了另一个信息。我再试试。不会真有什么修仙修鬼的东西吧？这我不太愿意接受啊。不要一看到太极图就想到修仙修道，修仙修道是对太极图最大的误解。啊，也是，只能说他懂我们的文化。我想想，有了。哇，这么快！周易太极图传说是3皇之伏羲所创，周文王进行了编译，最后孔子做了注，命名为太极。伏羲时代是没有文字的，所以他们用另外一种方式传递信息。因为太极讲究阴阳，阴阳就是0合1，这也是一种典型的2进制概念。所以这个信息破译出来就是指向一个，文字鸡。双重2进制的密码，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但解码就是如此了。鸡，就确定是一个鸡字。对，就是鸡字。那查一下这个鸡的主要意思。好。主要指美女、歌女、妃子，当然还有一个姓氏。姓氏。之前罗刹1号在天虹市的主要攻击对象是一个刘姓家族，查了那个家族历史，发现他们是东汉某皇帝的嫡系后裔。那这个鸡如果是姓的话，
姬字为姓，那最出名的就是西周的天子。会不会这个罗刹1号是个杀手，接受了刺杀姬姓人士的任务啊？那也有可能主要杀美女啊！别瞎说，那我就太危险了。之前的刘姓是一个中年大叔，联系起来，如果之前的一位受害者是皇室后裔的话，那这次可能姬姓也是皇室后裔。但是姬姓人这么多，知道谁是皇室后裔？等会儿，姬姓是我们华夏姓氏的百姓之祖啊，这怕不是要灭我们族呢？不，只要周天子血脉的姬姓后裔还在，那指向就很明确了。查。喂，领导，有一个叫魏安一族的发来查询请求，要查姬姓里有没有曾经周天子的后裔。这个我记得就姬姓而言，有非常严格的保密措施。我先去请示一下，你等等。啊，好的好的，领导请放心。好了，哎，上面给密一开绿灯，可以查，不过有不少呢。啊，您说您说。哎，查到了，有30多家都是周天子后裔的。哎，目标动了，朝哪个方向移动？看明白了，注意，这个方向有2个姬姓，一个远在西伯利亚北，以这种飞行速度需要30多个小时，但是还有一个在洛宁县的西坝村，这速度的话，可能2个小时。洛宁是洛阳市的一个县城，周朝曾经定都洛邑，也就是现在的洛阳，而这个叫姬兰溪的女子就住在这儿，唯一一户姬姓人，看起来似乎有某种关系。那我们怎么笃定就一定是去西坝村？其实我们不能保证他一定去西坝村，但是如果我们相信科学的话，他就一定会在这条航道上。我们可以调派当地的部队布防，如果他提前停止了，那我们可以进一步行动。如果他只是经过，我们可以进行拦截。万一他就是到那里，那就是恶战。那我们还等什么呢？只有2个小时，你现在赶紧带着队伍出发吧。那架呼啸5就是最新最快的运输机，不过不能垂直降落。你们要运输的装备只能空投。大概多久能到？大概需要20到25分钟左右。OK， 没问题。刘战，通知当地部队布防。然后，装备里某些设备比较精密，文文建议不要空投。通知当地部队，运输直升机接应，我们空中交接。调领单位魏安一组。好。石头剪刀布。哎，飞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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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飞机！队长，目标目前的路线的确是直线接近西坝村，还有1小时抵达。高度降低，保持速度空。我这边巡航速度能在300公里每小时停留不超过1分钟，请速度完成交接。300公里没问题，全速对接。天边的巨响打破沉默，震撼了黑夜。沉寂的暗香变成彷徨，腐蚀内心的世界。我整装待发，遮盖胆怯，也磨砺了双眼。和危险，和危险，去兑现久违的热血，解除冷却，莫名的鲁莽，力压情节，冲开了阴霾，冲破钢铁，冲过封锁线。Don't be nervous, take a deep breath, hold on and carry it. The future's not far away.I want it up to me. 最强敌人是自己，要怎样战胜我的心？绝对不害怕。别伸脚。就坐下我的。搜索周围森林，带上卫星。说了。
言，不停催促，坚定最初的信念。我穿越山海，与你会面，就和你并肩。你好，中尉，我是少校李明，接到过来布置防线的任务。你好，我是雷七，人在吗？在，确有其人，但是我们怕打草惊蛇，没有去接近他。跟我来。你们在原地待命。是。就是他，长得可美了。村里有谣言说他是什么妖精，可以通鬼神，挺邪乎的。队长，还有30分钟，目标就接近了。好，还有30分钟，那个被我们追踪的罗刹1号就要入侵这里了，做好疏散准备吧。是。哎，真的是鬼魂吗？如果真是，我就把它吃了。可就算你把它吃了，也没什么用啊。顺便把那架直升机也吃了。那这不是损害国家军用设施吗？你哪儿那么多话？等还有5分钟的时候穿戴装备。现在的电池设备支撑不了我们高强度作战超过30分钟，穿戴要迅速，不要浪费时间。我先去跟这位女士接触，苏文文，抓紧时间去打听一下这位女士的情况。是。这就是实战任务吗？真酷啊！他是个狐狸精。你好，是季兰心女士。你好，你们是？你可以不回答我。但是我知道，应该是有什么东西要来杀我了。你知道？知道。罗刹1号像个披头散发的白衣鬼魂状玩意儿，非常厉害，一般武器伤不了他。我们给他装了追踪器，他现在正朝着一个跟鸡有关的目标前进，大概25分钟左右到这儿。我们还在想，他的真实目标是不是你？我从小就被威胁过，我指的不是人类的威胁。我的宿命到处躲藏。有意思，确定是你？我也希望不是我。那你们的战斗力对付得了吗？庆幸，55开吧。那也算是好事了。我还有机会。什么？你的意思是，这把剑能斩妖除魔？不，这是镇宅用的。如果真的是鬼魂的话，那说不定有点用呢。如果真是鬼魂，我把这把剑一起吃了。你是没吃饭是吧？那我给你做。不是这个意思。雷奇队长，目标的行进速度忽然加快了数倍，预计不到5分钟就会到达这里。赶紧穿戴装备。怎么回事？发生了什么？我不清楚，没人给我报告情况，但我听到了山里的枪声，应该是埋伏的当地部队被什么东西交火了。那你指挥好前线的行动，我在指挥室密切关注。是。
前方山里发现大量的不知来历的武装部队，那些部队穿着像人体骷髅一样的外壳，速度很快，攻击了我们。我们要参加吗？不，留在这里待命。我们被什么东西有预谋的入侵了。哇，这是什么神鬼莫测的装备啊！回去，这里危险，来不及疏散的先躲进屋里。快走！快点！快！快！喂，什么情况？前方山区什么情况？看一下，注意！刚刚发生的激战，目标不是活人。阵地稳住了，一大群骷髅拿着刀冲向我们。你确定是骷髅？确定是骷髅，骨头完全属于钙化物，陈年骷髅。你要对你说的话负责。我只能判断是骷髅，因为我们没有精确的检测设备。有画面吗？有。这边还有，开枪！有没有人员伤亡？3个战士受伤了，太突然喂，各位都清醒了？刚刚怎么了？好像清醒了。阎罗殿啊，这玩意儿，幻觉。哎，你怎么样？我的桃木铜剑呢？我戳死他！雷奇队长，目标快出现了！快！铜剑！来了！留着，立即向吉莱基家靠拢。收到。没错，他果然就是要攻击这里。阿信，能不能打住？不行，我受不了了，他的声音让我脊背发凉。给我！太灵活了！目标冲着阿信去了。有效果了，还是怎样？打中3发！太好了，手持机炮能打出效果。刚刚是鱼尾用盾牌挡了一下吗？对，现在鱼尾受伤了。他的手刀很锋利，看不出来吗？你别出来引诱他，太危险，跟我进来。撑住，鱼尾！我来了。金甲骨脱臼了，我来救。还是很危险，我得保护这女子。能藏在哪儿呢？别紧张，雷西，你不信她是鬼魂的，她就是一个机器人。你说的强度就在那儿，她就是一个机器人，强度就在那儿。对，冷静。各位冷静，沉着应战。直升机，射击目标。收到，机炮准备。
救活了，他吃这套，他变形了，继续前进。还有跑！前进，这家伙跑！他在水里干嘛？出来了！飞出来了！完蛋，这家伙自我恢复了！我去你生脚瓜皮啊！摆个那种 pose， 他不是觉得自己挺帅啊？先保持距离。出了有功了，这出势很灵活。第一枪弹药后进，准备换导弹。锁定目标，发射2枚飞弹。自动闪避，先进来！准备2次点火，2次点火，点火成功！抬！他为什么不攻击直升机啊？他要杀的是你。来了！打中了！呀！插死他！急急如律令！危险！回来！激光弹电会伤到你！回来！我爷爷说过有用的。回来！快回来！给我消失！命了！基兰西还在下面，看着呢，走。我去！小姐们，接上了啊！别拿机器接，你不知道疼啊！快快快，他在那儿！第2枪弹药耗尽，准备放航。可以靠近吗？他呆了。大北！别开出啊！生物识别漏洞。生物识别漏洞是啥？我们人类识别生物是靠同理心 ，AI 识别是靠图形数据。不完全如此，它甄别不了人和猪。人工智能。文哥，火力压制。注意开枪！下落呀！漂亮，老罗，削他！我去，没用！娘娘，要调多少？我上调到500多码，行不行？
漂亮！这么高，我也来，提升压力。往旁边蹲吧。哥们儿，想不到吧？咱们也不省油，有种你爬起来！你今天要爬不起来，你就别说自己是厉鬼。他要是爬起来，我就是厉鬼。哼！凯威，目标粉碎了，漂亮！就是给人家屋拆了一半。漂亮！余威怎么样了？骨头移接好了，需要休养治疗。他帮我扛了一招。搜集罗刹尸体，带回研究。部队继续警戒，战斗不一定结束了。好嘞。一会儿我烧饭给你们几个吃啊，但是你们那边那么多军人，我就没办法了。家里穷。我不是来送饭的。你们打得挺乱。可不，罗刹没见过。但是你们还是赢了。可你不觉得有很多疑点吗？比如，山里的骷髅是什么？他们为什么要杀你？你是周天子后裔，跟这有关系吗？还有，山海忌讳又是什么鬼？我准备切开他的大脑部分，梦琪，你切那边的心脏。嗯，好的。哦，我明白了。难道你一直一个人住在那儿？是啊，快18年了。那你多大了？24。也就是说，你6岁的时候就开始一个人住。是啊。但你活得很精彩。是哪个点精彩？你的气质、素养，包括你的一些学识。你怎么知道我有学识的？你读书吗？全部都是你一个人养你自己？是啊，都是我一个人养我自己。你的家庭不简单呀。是不简单，我有时候都觉得不理解。他们从小就离开了我，只告诉我要像王族一样活着。我以为王族就是那种宫廷御宴、歌舞升平，但是18年来，所谓王室，就是和天下共甘苦，和社稷同悲喜。这个说法有意思。雷七，还有多久能到？罗刹1号听证会不到半个小时就开始了。快了。听证会？是的，这是一次高度危机性事件，我们遇到了5000年来第一个不可理解的敌人。可你不是说是机器人？但超过了我们科技的理解。这种听证会，应该也会有山海忌讳的人参加的吧？果然，你还是知道这么个东西。我当然知道。他们的人来找过我几次。好，一会儿听证会，我希望你能多讲一讲。对不起，你们必须接受安检。好。
机不能带，一会儿去里面存一下。嗯，好。请进。没事，都是正常流程。哎，可能还需要验血。验血？为什么？情况特殊，确认一些问题。没问题。有什么问题吗？哼，没什么，长得挺特别的。好了，进去吧。走。您好，您就是姬女士吧？对，我是。请坐，这里写有你名字的就是你的座位。谢谢。好了，该到的都到了，我们本次听证会正式进入主题。事件的始末，我这里有详细的记载。事情是这样的：4月13号的下午5点12分左右，协一钢管厂有一名刘姓高管和他一家人遭到了不明物体杀害。报案的工友惊慌失措地说是鬼，警察接到报警赶到现场，但是当时没有人相信是真正的鬼魂，所以到现场的警队只是常规刑警小队。后来刑警小队被袭击，上报给特警队，特警队出任务后发现目标，我们定名为罗刹1号，同时发现罗刹1号并不是特警队能对付得了的。然后案件上报给了军区司令部，司令部大概做了30分钟的研究分析，决定派遣我李凯威为本次案件的总指挥官，并从军区各个特种部队调遣精英人员，组成了一个特别行动队。其中坐在那边的那位雷七是司令部指名特派的人员之一，而当时司令部也对沙河作战装甲研究中心下达了将最新研究的太极鼎外骨骼作战系统用于本次实战任务的命令。于是我们组织了队伍，于4月14号凌晨与罗刹1号进行了第一轮交锋。之后我们花了大概12个小时升级了装备，并且发现罗刹1号的下一个目标就是这位刚进来的女士姬兰溪。我们在姬兰溪所在的村庄洛宁西坝村再次与罗刹1号展开激战，并且成功将其摧毁。随后罗刹1号的躯体被运往舟山实验室进行研究。这就是本次事件的大致始末。我写了大概3万字的详细描述，我会备份给各位。那罗刹到底是什么东西啊？这个罗刹尸体在我们实验室做研究，我们有了一个初步的研究结果，得到以下4条结论：一，它的外壳非常有趣，原理很简单，类似裂纹拓展原理，也就是罗伯特之泪。实际上也是一种类似金刚石的黄白色碳化物，但这种碳化物会融进去钨钢钴瓦，就像冰块里面放进去棉花，强度就增大很多倍一样。这种裂纹扩展碳化物混入钨钢钴瓦，强度坚不可摧。2，能源，它的能源跟我们现在的能源有很大的区别，它体内有一种混合色，我们称之为重色。重色遇到氧气就会发生剧烈的氧化作用，
并且发出红紫色的光，可以瞬间将温度升至1500摄氏度。铯是一种非常活泼的金属，而这种重色的比重量相当高，1克重色就可以瞬间将50公斤的物体推到数百米高空。3，因为以上2个原因，根据之前的报告描述，一旦它的外壳被摧毁，那么它可以大量释放重色，让整个身体急剧升温到1500摄氏度。碳化物外壳重新融化，然后冲入水中，又重新冷凝，形成新的鲁伯特之泪，所以外壳重新修复，继续保持着硬度。4，它的大脑确实是一个智能 AI 系统，只不过这个系统的 CPU 水平并不高，相当于咱们40年前的水平。总结说下来，的确是科技产品，只不过跟我们现在主流的科技方向有区别。是的，当然还有很多细节，很多原理看起来难以理解，它一定不是在地球的科技环境产生的，机理上有质的区别。哎，对了，重色这种金属在地球上有吗？单纯的色元素地球上是有的，重色目前没有。我知道哪里有重色，在座的会不会有山海基会的成员，以及如果有，你是哪一代的？真是匪夷所思。众所周知，这罗刹就是他们派来杀我的，而行动失败了，那在座的必然还有他们的成员，所以我不知道该信任谁。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如果有什么组织威胁你的话，请你放心，这些都是我们国家的守护者。作为国防部的特派员，赵炳龙首长，您不可能不知道山海基会。把监控先关了。监控已经关闭了，这里现在可以保证是一个完全封闭的秘密的空间。好了，这才是会议的核心。我和罗密中将肯定是可以保证，绝对不会是山海际会的成员，因为我调查过雷七，还有凯威，这2位是完全值得信任的，所以这2位接下来要做的工作会很多。没错，这次的会议我们不仅仅只是要研究这个罗刹1号，我们正面临威胁。不只是我们，我说的是全世界，所有人类。而威胁就来自于1个月前，我们都收到一条消息，他们希望我们放弃对人类文明的领导，并将未来交给他们。落款：山海际会。他们是？我们对他们的了解非常有限，他们的身份是隐藏的，甚至我最近做梦都会梦到他们。他们有可能跟我们不一样，不是我们这种人类。比如那种 AI 生命，不排除那种可能。高层解密，24年前一场太空接触事件，10名宇航员在与一个神秘三角体接触的时候被袭击遇难。他们也发出了山海际会的信息，我们开始相信，这是一场有预谋的入侵。我们根本不知道敌人是谁，在哪儿。10天时间里，我们做了大量的调查，内查有查出一个山海际会的成员，是财政部的李美仪。他和我们正常人不同，他细胞内的端粒体缩短速度比正常人类要慢70%。哦，端粒体，最新的诺贝尔奖得主有了具体的研究，保护人体 DNA 复制的一种细胞结构。如果 DNA 每复制一次，端粒体就会损耗缩短。一旦端粒体损耗殆尽，那就无法再复制了，那细胞分裂就不会再继续，我们就会死亡。就是说，它比我们正常人类要长寿。对，之前也是我负责研究的，他当时的寿命应该在395岁左右。
而当时他的体质特征相当于40岁。是的，他不完全属于我们的世界。咱们进来的时候经过了严格的安检程序，至少保证了我们都是正常人。唯独姬兰溪本人，血检查出你的端粒体就有异常。反正现在问题是出现了，他们要杀你，你可能是其中的重要人物。而在座的各位，不排除有他们的人在监视我们。这次会议的重点是山海忌讳。作为一线任务人员，我一直在疑惑，什么是山海忌讳？为什么我们要临时编出一支作战小队来？我们没有合适的特战队吗？我只能说，这是冥冥中的安排。虽然说起来不够严谨，但有些事情就是难以解释。自从我们首次收到山海忌讳的信息之后，24年来，全世界范围内追踪了数百起记录在案的神秘事件。根据案件资料显示，参与者都不是人，但大部分受牵连者都身居要职，就好像他们之间有某种联系，落款皆山海忌讳。这是一次特殊的、高度危机的事件，恐怕涉及到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之外。是的，前面也说了，他们向各个政府发出了警告，他们要接管人类未来。这话说出来可大可小，我们不得不防。何况现在他们向我们展示了我们还不能够理解的科技，就是这样。那么，兰溪女士，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山海忌讳主场不在地球，他们遍布整个太阳系。我是听我爷爷说的，而我爷爷是山海忌讳的成员，而且还是主要成员。你爷爷是？我也不大了解他，从小就离开了我，包括我的父母，把我丢弃在山村里，后来就从未见过。期间会有自称山海忌讳的人来找我，跟我交流，告诉我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信息。那他们为什么要杀你？因为他们发生了矛盾，整体决策有大的变化，但凡和我爷爷同代成员都要被清理掉。但实际上，他们恐怕准备清理掉的是我们整个这一代人类。什么？这一代？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类。什么意思？就是我们这一届人类，上下7000年，70亿人口，这一届。简直就是危言耸听。这个只是姬兰溪女士的一面之词，我们听听就好。关键的是，我们要让自己手头的工作有进展。对，我们该查的查。好，我之前提出来，这里有山海忌讳的其他成员。他是谁？他们已经强大到任何会议都能渗透了。我们进来的时候安检，检查了我们所有人，都属于本代人类 DNA。其实我也是，也就是说，至少咱们都是当代人，活在当下。如果真有这个人，我希望站出来，我们一起统一战线。那如果是山海忌讳成员，不应该也和你一样端粒体异常吗？端粒体异常是血统问题，但是为他们工作的可不是。我不相信一个没有受过相关训练的人，在此次会议的压力下能有多好的演技。之前在座说过话的人有赵炳龙首长、罗密长官、雷七队长、凯威少校，还有张大腾教授。没说过的有李明少校、记录员王芳女士、朱瑞警官、太空研究专家马荣兴、物理学家何作强。我不保证我说的是对的，但这些人我都接触过。李明少校在西坝村共同对付罗刹，我没看出表演破绽。王贵东警官没看出表演破绽。那么，马荣兴、朱瑞朱警官、王芳女士、何作强教授，你们呢？
案件发生在我们市，我有出席听证的必要。我必须记录所有的这些信息，向上汇报。啊，我是负责追踪之前罗密首长说到的太空灰战案件的研究员。不是提名让我来的吗？需要我研究相关的物理细节。我已经和大藤教授详细研究过了，大藤教授刚才也做了汇报。朱瑞警官未见异常，不会是山海机会成员。马荣新教授追踪的太空案件我略有耳闻，物理学教授何作强发表过很多论文，唯独王芳女士，您准备向谁汇报？对，您向谁汇报？这个我无可奉告。你可别装了，你颜色都变了。我以为我才是特派员。他们是不是承诺这次任务完成，你的家族血脉可以延续到下一代？你觉得这些重要吗？这可是背叛整个人类。你还是在担心？我提议，先将王芳女士军事隔离。相信我，事情不是这样的，你们根本不懂那种力量。哪种力量？科学吗？未来几个月会有大事发生，我们都会死。好，会议到这里非常压抑，我希望赵炳龙首长能采取一些行动。还有，要保护我的安全，未来几个月很关键。罗密，让太极顶部队来保护他如何？没问题。你看，这位姬兰希女士就先交给你。好，没问题。好，休会。哎，雷七，你不喜欢仰望星空吗？这也没星空啊。看着浩瀚星空，总会思考一个问题：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有时候会想，这就是一个走不出来的哲学问题。其实可以走出来，至少可以走得更远。哦，我的问题都有答案。我是谁？我从哪儿来？当然有答案，但是难道你每天晚上都会看星星吗？如果没有特别的事情，我每天都会。我不管这叫看星星，我只是在看他们。再说下去你就不懂了，所以算了吧。你可以教我。你又不是我信任的人。也对，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很脆弱的。所以也不怪他们对我们这代人类失望吧。切，又是这种狗屁观点，搞笑呢。熵，就是如此。熵，对，熵增原理。在一个孤立的系统里，熵不减少，只会增加或不变，让世界永远不会变得有序。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宇宙拥有着拉尼亚凯亚意志。啊，女士，您这一会儿山海际会，一会儿看星空瞭望他们，一会儿又熵增定律，神神叨叨的。知道的你是个特别的女孩，不知道的以为你精神病呢。10多年培养出来的孤僻、自我的性格，怎么样？受得了吗？您这也不孤僻啊！刚才在会议室差点成风云人物了。那是因为我家庭背景大嘛。赵炳龙虽然是国防部特派官员，可还没我小时候见过的阿姨那么神威呢。你阿姨是谁啊？王母娘娘，信吗？好，那确实，天雷滚滚，神威无敌。其实我也只见过一次，说不定还是在梦中见的。哎，那你之前说的拉尼亚凯亚意志又是什么？
你连王母娘娘都不信，那这个就更玄乎了，可能连当前科学都解释不了了吧？你真是我这辈子见过最神秘的人，比那个罗刹还神秘。那可不。你这么看我，我很尴尬。你不够了解我，我们做不成朋友。朋友？你确定咱们要做朋友？你不想拥有我这样的朋友？是梦啊。你真美，能做我女朋友吗？我们一起共度余生。可以啊，我们在一起吧。太好了。有啊，你才醒啊？怎么了你？别管我，我是不是在做梦？做个屁呀，还在做梦呢。问了也白问。你这串片了，转陀螺也解决不了问题啊！我的天哪！哎，那季兰心呢？你看着她没有？我还想问你呢，你不是一直跟她在一起吗？有意思。我们在天台上看星空，然后聊着聊着，她就用她的眼睛看着我的眼睛，然后看着看着我就睡着了。哦，我还梦到她成为了我的女人。不是吧你？把那事儿描述的那么惊悚，现在来问我人去哪儿了？什么那事儿？我说的有情况而已。哎，有情况？什么情况？哎呀，还没反应过来吗？他用眼睛看着我，我就昏迷了啊！他人呢？你找找，他没有通行证，离开不了这基地。出事了，准备行动！真的假的？
我打算以后啊，有机会再回军校，再深造人。你得了吧你少听他吹啊！这个想法还不错，我支持你。他呀，从小就是个学渣，我揍你啊！你来啊！嗨，你好，队长，醒了。我不得不把你关起来。为什么？你对我做了什么？你说呢？你看看，你们队长向我表白不成功，就要把我关起来。你说什么？他是谁？你在说什么？他是谁啊？你拉着他的手，躲进了地心。下手收来，队长，有情况啊，队长。闭嘴！季兰希，他不是人类，控制他！啊！不要开不起玩笑吧。非常时期不要开非常玩笑，带走。我太害怕了，我觉得生命简直渺小，而且我害怕失去一切。你问我信不信？我不能不信。雷队长，怎么了？啊，我觉得把兰溪带过来可能会对案件有帮助。你坐那儿吧。啊，不用，我站着，听听他怎么说。负责赐予我下一代生命的是刑天。刑天？代号？不是，就是我们神话中的那个刑天。身高3米，就跟古代神话中的一样，眼睛长在胸上，嘴巴长在肚脐上。我亲眼所见，不得不信。至于其他的，我真的不能再说了。王芳女士，你以为你少说几句就可以被那边免责了吗？哎，你怎么上来问话了？你们都不知道要问什么，我帮帮你们。我也是受害者，而且我只是边缘人物。我并不想出卖我们人类自己，但是我别无选择，他们会找到我。好了，你告诉我，哪儿能找到刑天？全球的军事卫星都拍摄不到的地方。什么？哪里？说清楚。我就知道这么多，我是被绑着去的。我真的什么也不知道了。是不是地球上？应该是，但我不确定。有人来带我，我不认识。我是醒来后到的，再醒来后就在家里躺着了。中间过了好几天。什么时候？去年5月份。快，查查王芳去年的行程。是。喂。确定没有是吧？好的，好，明白了。首长，王芳在去年5月14号到19号之间，没有任何航班、高铁记录，他的车一直停在车库。你是不是被人催眠了？好，如果我是被人催眠了，给我编了一套这样的谎言，那么他们的目的是什么？罗刹1号又怎么解释？当然，最重要的一点，什么科技能让我辨别不出真实与催眠的作用？并且在那个地方，我做了很多事情，我清楚记得所有的一切。到底是一群什么人，在我们国家无法无天？一定要救出来！救这些人没用，一定要找到刑天。就算是我，最多也就传传话。我不了解大计划，也不了解整个来龙去脉，我只知道我的祖先也是当过皇帝的山海机会成员，还搞过失败的改革。只不过我不想说名字，我有这些血脉，所以我不可避免的会卷入其中。那就是说，找到那个所谓的全球军事卫星都拍不到的地方就行了呗？对，我这就去打个电话。
喂，我是国防部赵炳龙，麻烦帮我接一下卫星图谱室。你好，图谱室吗？咱们的卫星对地球的拍摄有哪个地方是拍摄不到的？多大的范围？你就说有没有？有多少个？什么？1万多个地区都拍摄不到？是怎么个拍摄不到？因为地形常年云尘覆盖，电磁干扰。还有呢？好吧，行，我明白了，谢谢。要不，我去一趟卫星图谱室吧。接近目标岛屿，岛屿上空云层很厚，继续靠近，有电磁干扰，信号变弱，恐怕无法完成任务。好的，保持1.3海里距离，高限度的拍摄画面。好的，拍摄完成了吗？看到什么了？清晰，下面有个生物，失控。哎，这，就不让你客气。来一个，我，大家，哎，兰溪不是被你控制了吗？是啊，现在就是控制状态。来，欢乐、盒子留着，这边。来，咱们继续啊，继续。你们先玩，这边。怎么了，雷队？来，咱们坐一圈，讨论讨论。来，兰溪，坐我这儿。我来一个。坐近点。准啊！哎，这是什么？哦，在做一个通讯系统。啊，如果说我们下一个目标是刑天，你们会怎么想？刑天是神话中的刑天，那可老激烈了。也不一定啊，但是有线索说，地球上是有刑天的，而且很可能是我们的敌人。现在网络这么发达，手机查一查不就知道了？查。神话中的刑天是被皇帝砍了头，然后才成为了刑天。哎，有说法，什么皇帝、炎帝，我们祖先称之为上古神，但是其实都是外星人。这可是地摊文学重灾区啊！我们历史上有过一次非常严重的史前资料销毁，焚书坑儒啊。之后少有关于夏商周以及更前的历史资料，而实际上，那个时期和我们想象的不一样。被你说出来，就有那么点味道。对了，你叫姬兰溪。是的。姬姓，周天子后裔。我只能说可能，我父亲这么说过。至于我爷爷，我压根就没见过，只听说过。但是没有任何所谓的传家宝啊、族谱啊留给我。那你是用什么方法让我昏过去的？还有，你是怎么看到我梦里的？啊？还能看到人梦里？真的假的？奇怪的东西吧？那多尴尬呀！我操！说来听听，说来听听啊！你觉得这算特异功能吗？能用现代物理学解释吗？我不知道，但是用我的眼睛精神催眠并不是难事。我自认为我没那么容易被催眠。但你没见过这么特别的眼睛，你无法自拔。我从小与众不同，我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鬼魂说又来了。如果你什么都不相信的话，就不要和我聊这个了。我们聊聊猪脚饭吧。猪脚饭好吃啊！我以前上学的时候，1周点2次呢。好，我信。啊，不聊猪脚饭了。从小父亲告诉我，我是周天子的后裔，而我与生俱来的能力，能看到人的大脑释放出来的一些脑电波。但是这个说法并不准确，确切地说，我看到的世界色彩和你们不一样，我比你们能多看见一些东西。比如王芳女士，当时我一炸她，她马上醒光起来，整个人发出的颜色就变了。哦。我曾经见过一些医生，他们给了我一些诊断。一般人类能看到的可见光波长在380纳米到740纳米，我不一样，比正常人类幅度要大很多。
比如，其实你现在穿着衣服，我却能看到你内裤是黑色的，牌子斑马王。啊？哎呦，队长，他说对了。什么对不对？黑色，那黑色多了去了。还斑马王？那倒是。哇，有钱啊！哎，你不怕呀？我不怕啊。兰溪姐是个女的呀。就是。我只是想说，我能看到红外线，高于绝对0度的物质都会产生红外线，但是这并不代表我看到的世界都是红色，只是在3原色和红外色混合之后，应该和你们不大一样。比如我说你脸上长了2个眼睛，没错吧？谁都长了2个眼睛吧？是啊，从小就被教育人有2个眼睛，所以我看到后的认知也就是2个眼睛。再看，你额头上这是什么？就是个小伤疤。那你见过鬼吗？你一个搞科研的，还相信这些呢？哎呀，我就是好奇嘛。我有见过和人不一样的东西，但它是不是鬼我不知道，而且跟咱们通常描述的鬼也不一样。那梦呢？我只要盯着你的眼睛看，通过你的瞳孔，我就能看到你大脑里微弱的能量，但看到的并不完全是画面影像，好像是一种感受。你说的这些有医学证明吗？当然有。在哪儿？你要早说你查户口，我出门就带上了。现在我连换洗衣服都没带。兰溪姐腿好长啊，这要是穿超短裙，那得多好看啊！读书的时候穿过，一些男孩子总是找我麻烦。其实我分辨不出走光不走光，从小我都以为人不都是坦荡面对面的吗？10多岁后我才知道，原来人们以为穿着衣服就可以遮挡什么，其实并没有。那你都这样了，晚上咱们可以睡一起吧？大家不要误会啊，这个人不能再消失在我的视野内，否则整个地球都会丧失安全感。可你总是要上战场，那你也得一起上。我，文文，能给他也设计一套太极顶装甲吗？只要防御能力能保护自己就行，千万不要给攻击能力免生事端。从今往后，直到事情水落石出之前，他都必须跟我在一起。那上级领导那里，我会书面向上级申请的。好嘞，来站起来，我测量一下你的3围。哎呀，嚯！我就没见过正常人类不开美也有这种比例的身材。你是进化了还是被设计的呀？不用怀疑，我是太极岭部队队长，在这个地球上，我身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雷七，我是雷七。有情况，我在卫星图谱室发现了一些线索，你过来一趟。好，但是我权限有限，只能你一个人来。我要去一趟卫星图谱室。文文，你先去工作。好嘞。完了，要不你带兰溪去弄一套换洗衣物吧？没问题。现在大致的情况就是这样。那要是按照您所说的，有可能是个突破口。对，首长凯威，我来了。好，你好。有趣啊，非常有趣。我们这个卫星图谱室近30年来，一共追踪了1533起神秘的 UFO 事件。我们与北拉国那边沟通，他们也总计追踪到近2100多起。你来看。要不您再给解释解释？好的。看这个图，近30年来，我们追踪到的 UFO 地点，其中捕捉到了6条飞行轨迹，都指向了非洲西海岸不远的地方。你看这条轨迹，一共4张图，分别拍摄的不同地点，时间前后不超过4小时，分别被我国卫星、北拉军卫星以及萨国卫星拍到，看起来是同一个 UFO。这些 UFO 事件难道跟山海机会有关吗？这个我不做判断。民间拍摄的 UFO 更多，数千起。只不过由于是民间拍摄，真假难辨，所以我们只是做简单的统计。但是我们军方追踪到的就千真万确了。民间的说法太多了，众说纷纭，看到的东西也是千奇百怪，根本没有统一的说法。
那些确实，但是有一点啊，大部分的 UFO 都是圆盘状态，这几乎是唯一统一的点。好像也是。哎，但有一个传说中的 TR3B 三角形飞碟。哦，那个，对，世界各地都有报道，但根据我们的研究，现在地球上出现的三角形飞行器都出自于北拉国内部的一个代号为“极光”的反重力飞行计划。就是这个。但是不得不说，这个外太空三角飞行器曾经出现在辉振案件当中，确有其事。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加大了对 UFO 的侦测力度。近年来，尤其是这2年啊 ，UFO 现象越来越多，一年暴增1000起，感觉是有什么大事要发生。哎，对了，有趣的点是，我们查了一些非洲历史资料，我们找到了一幅壁画，绘制于1511年，在丹麦的一个教堂里面。来，我弄到大屏幕上，就这个。《山海经》都知道吧？刑天的故事在《山海经》里属于海外西经。古希腊有一个历史学家叫希罗多德，历史之父。学过。希罗多德就记载了这个。怎么说呢？非洲、埃及以南的森林里就有这么一个种族，叫贝米斯人，和刑天很像，也就是壁画中的怪物。后来一直也没有人找到，他们与世隔绝。这些都是老地摊儿，说这些个神书，其实记录的都是历史上那个不可思议的世界之类的。地摊儿归地摊儿，但有些事情你动用国家资源去细查，就总能查出点东西。比如我们查到，1877年有一个探险家唐西科勒说是见过贝米斯人，在什么地方呢？在非洲西海岸一个叫裘阿里的小岛。有趣的点来了，看，4个 UFO 的消失点就在这个裘阿里岛附近。恰好，这个裘阿里岛很奇怪，上空常年被云层覆盖，几乎从未漏给过卫星。其次，这里有强磁场、强金属反应。我们通过卫星追踪了王芳女士的行动轨迹。看，图1，与王芳描述相同的日期内，一辆小车被追踪前往了城市南部的私人机场。图2，一架白色私人飞机飞往非洲航线。这些均发生在王芳说自己被迷晕之后的时间段内。这些随机事件的组合，加上王芳的口供，都指向了一个地方——非洲裘阿里岛。然后呢？然后行动呗，还愣着干啥？走。来，家人们，兄弟，好吃啊！想减肥吗？香蕉。进去看看。要什么？你喜欢这种啊？哎，对，这种好啊，很符合这位姑娘的气质。皮裙，因为反光性强，所以我的眼睛看起来不容易透视。就这个。情况是这样的，北拉国当局受到了山海忌讳的巨大威胁，他们也查获了一个山海忌讳成员，在过去的半年内曾经去过非洲裘阿里岛附近，然后那人服毒自杀了。我们互相交换了信息后，于1小时前，北拉国的无人侦察机已经开赴裘阿里岛，拍摄到了这个影像。看，但是刚拍摄到，无人机就意外坠毁了，所以他们确信那里有问题。
希望和我们采取一个联合行动。联合行动，行动目的是什么？找寻地球真相。那要带着季兰西一起吗？你认为呢？我认为，介于他的特殊性，再加上他对山海忌讳的了解，应该带着他。这看着也太短了吧？什么呀？你懂什么？短吗？这叫潮流，多好看啊，是吧？什么情况？你们都喜欢这种？反光，它无法透视。文文，兰溪的装甲准备好了吗？哦，就调下体型，收腰，早就弄好了。去带他试穿一下。好嘞。大家准备准备，接下来可能要远赴大西洋，进行一个前所未有的任务。来吧，动动手指。你这个是不带任何攻击性能力的，只能防御。记住了啊，不要以为自己是个战士，你还不是。而且，就算你长得美，你也共享不了任何信息。哇，腰部很灵活，我觉得我无敌啊，我一样可以攻击啊。我说了，绝对不能用于攻击哟，会自动锁死的。太极鼎小队都准备好了吗？集合！快点，磨蹭什么呢？跑2步不会吗？啊，我也要站到队伍里吗？给你配了太极鼎装甲，你就得一切听我的安排。好。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穿着裙子就来了，你当这是玩的？我又不是军人。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不开玩笑，换掉。你的任务是保护我，我穿什么样都得保护我。我说了，你得听我的安排才能保护你。登机后给他换掉。我不希望我的队伍在执行任务的时候看到裙子、高跟鞋。明白。一位伤好点了吗？基本上好了。不要勉强。一点也不勉强。好样的，带带他。怎么，队伍裤子都换风格了？报告。这个我一时半会儿跟您解释不清楚。不过，我认为，就算您完全不知道，也不影响本次的行动。哦，就是跟本次行动没有关系是吧？是的，这完全取决于我们的那个心理状态。那你们要调整好心理状态。没问题，首长。明天我们要与北拉国大西洋舰队进行一次联合军事演习。说是演习，实际上是可能找到了所谓的刑天，就是一个名叫刑天的非人类目标的地理位置。我们有战胜罗刹1号的经验，所以这次任务我们必须参加。赵炳楼首长是我们华夏方的代表，今天我们将跟赵炳楼首长一起乘坐我身后的这架呼啸5前往北拉国大西洋舰队临时驻地。但是这次任务也可能会比之前更危险。说到这儿呢，兄弟们，虽然我们几乎是萍水相逢，没有一起入伍，没有一起训练，但是经过之前的超越常规的任务，我们都被选拔在一起，组成这个微暗一组太极鼎作战小队。我也不明白我自己的特殊性在哪，为什么会要求我来担任这个队长？我相信各位也一样疑惑。但是可以肯定，首先我们都是军中翘楚，其他的无所谓，是任务就执行，是敌人就消灭。我们的命运被紧紧地拴在了一起，我们将注定不平凡。激情何在？咋说呀？对啊，怎么说？热血澎湃。哦，这个好，这个好。热血澎湃！啊！行，再来，激情何在？热血澎湃！好，大家荷枪实弹，随时做好战斗准备，登机！
我是头一次坐飞机呢，起飞的时候是夕阳西下，现在坐了几个小时了，还是夕阳西下。因为我们向西飞行，相当于飞机正在追赶太阳。每次看到你，你都在研究设计，都不休息的吗？我喜欢未雨绸缪，用最科幻的可能性去构思下一步可能遇到的问题。而且，我休息多了，就有可能有更多人因此牺牲了，所以不敢停下来。你怎么会这么想？每个人的能力和责任都是有限的，不能都怪你。我倒是没想过人们会怪我，就是喜欢这个，停不下来。哦，有灵感了，再来一个事情。现在看这些云层，就会在想会不会钻出一个外星飞船来。以前我是不相信的，也没有时间相信。那现在呢？现在由不得我信或者不信，我只是想知道真相。如果真的有刑天，我们会怎么办？我得到的指示是以和平为准，但我不知道北拉国人想些什么。你一直抱着我的头盔，又做了什么？我主持研究的独门技术完工，牛逼 Plus。什么？1对1封闭式量子通讯。量子通讯已经研究好多年了，很多国家都有了成果。你这你就不懂了。现在大家研究的都是量子密钥通讯，是用来保密的，而且需要构建庞大的卫星系统，需要对外发射电磁信号。看我这个，嘿嘿，独门绝技的量子纠缠1对1通讯，保密就不说了，它的最大优势就是完全不对外发射电磁信号，没有距离、空间限制。因为量子纠缠的速度、距离目前根本就是个谜呀。可传递信息的话是不会超过光速的，而你这个显然是传递信息了。怎么说呢？确实，根据相对论，传递信息就意味着速度不会超过光速。但是量子纠缠理论就很玄学啊。根据双缝干涉实验结果，它需要被欺骗，所以我的这个通讯系统原理上并不传递信息。但是我能解算，牛不牛？哎，这飞机上能抽烟吗？不能，不能。赵炳龙先生，恭候大驾，一切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你们一路辛苦了。中文，你们也辛苦了。时代就是这样。这里是我们在大西洋的米斯蒂群岛，我们也是接到了相关任务。是的，我们之前在电话会议里沟通过很多细节。这就是所谓的华夏钛合金特种部队。你看他们还没武装。这边是我们的军械库，大家上车，先去休息。赵先生，您上这部车，我们行动总司令巴利特中将想跟您见面。那好，走吧。天。这里是北拉军基地，不要四处张望，以及有任何拍摄、记录行为。我认为，作为军人，就是要时刻保持警惕。这里是北拉军基地，没有任何危险能影响到你们。所以我们这次来的目的，不就是解决危险的吗？兄弟，我直说吧，我们不喜欢你们。
听说你们搞定了一个罗刹，不知道你们能不能搞定我呢？你是哪位？我是北拉国黑豹特战队弗里曼少尉，已经执行过17次兼并任务，击毙超过40名武装分子。那你希望我们用哪个部分搞定你？我们北拉国人天生比你们强壮，自由搏击，怕欺负你们。选一个你们有信心的项目吧。11比3，雷七赢。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比试，这根本就不能拿到军队来对抗。我们北拉国人天生比你们强壮，自由搏击，怕欺负你们。选一个你们有信心的项目吧。你们的军队对抗都有什么？我不知道，但我们的对抗也考验智力。耶！我就知道队长能打赢。是啊。明天有重要任务，我不希望今天晚上我们之间有什么严重的肢体摩擦。毕竟罗刹一刀可以削断一辆汽车，你的脑袋可没那么硬。如果你觉得今天晚上必须有人躺在这儿，那可以，就来自由搏击。今天当然不希望有人躺在这儿。但在我的基地，也不能被你们唬住。非常有道理，只不过我们连罗刹都不怕，明天还要去搞什么刑天战神？你觉得我们相互之间，谁会怕谁呀？今天打打球算是认识，明天会发生什么，谁知道呢？希望明天如果爆发战斗，你能照顾好你的队友，不要再被削断。都被人削断了，还好意思在这儿嚣张？老乡们，哎，你猜明天这里谁会先死翘翘？联合行动，大家不应该互相诅咒。对不起了。我人生的阻力就是我爸。本来我是有去当宇航员梦想的，结果我爸一朝被蛇咬，10年爬井上，就脑子有病，他根本就不准我触碰太空相关的工作。于是，我就被迫成了一个修坦克的。哎，高个，我们每一个队员都相信，金字塔里面埋藏着改变世界的武器。你们的人信吗？那你们发现什么了吗？没发现。那你们岂不是很失望？并不啊，但我们相信，世界跟我们所见所想的都不一样。地摊文学我也看过好多，基本都是从你们那儿传过来的。你真的不尝尝？谢了，不用。本地特产。什么味儿？说不出来，有点酸酸甜甜。有度数吗？嗨，你的女朋友真不错，今晚借我一睡。你屁股上的梅花标记，你知道怎么来的吗？你是谁？不重要，但最好别碰我。你好像发现了一些我不得了的秘密。没关系，我们有的是时间，我会找你的。
你刚跟他说了什么？我看到他屁股上有个梅花标记，像是被变态烫伤过，我随便咋呼了一下。厉害。这边。来，我今晚怎么睡？我要了个双床房，你跟我一间。哼，你就这么大言不惭的，就让一个女孩跟你一个大男人一个房间了？要不然呢？你那么危险，你是关键人物，我得看紧你。我又不会跑掉，这是北拉军基地，我能去哪儿？谁知道呢？你神出鬼没的，就算你不跑，那个金发美女晚上过去，你一个人怎么办？她是个女人，能把我怎么样啊？咋样也不行。说的好像还是在保护我。别啰嗦，进来。你说你这行为，在别人看起来会不会很奇怪？我对你没兴趣，问心无愧。这看起来更像个酒店。有地方洗澡哎，坐了一天的飞机，我先洗个澡吧。哎，你不会也有透视眼吧？我也想有啊。那你心里还是有鬼吗？什么鬼？就算是我想对你做什么，那也是大自然的规律，更何况我光明正大。啊，还有雏菊和鸡蛋，要不我给你煎个鸡蛋吃？哎呦，嘿，啊！怎么了？你怎么了？我可能中邪了。中邪？你不是不信这个吗？有些事情不得不信。什么邪？让我冷静冷静。好。你有魔力对不对？不，我没有。那怎么可能啊？第一天晚上，你用你那简直有魔法的眼睛看我，看穿我，然后让我昏睡，昏睡中又是末日，你还穿着睡衣给我煎鸡蛋，就跟此情此景一模一样。你别吓我，我没有。好吧，哎，我头有点疼，我先休息了。好，你先休息吧，不要想多了，明天还有任务呢。好。我什么时候睡着的？你进来就睡着了。你有没有给我煎鸡蛋？没有啊，你应该喝多了吧？那你看到我和那个妖怪战斗了吗？是，见到你和一个鬼怪打起来。他长什么样？黑色，高瘦高瘦的。那不是，浑浑圆圆，绿色的，到这儿就不一样了。他是什么？以前喜欢说叫鬼压床。是的。但是如果能有第二个人看见，它就不简单的是个梦，它有象限存在。但是我们看到的不一样。如果看到的一样，那就不是象限存在，而是客观存在。
瞬间理解，但醒来后确实什么也没了。这就很关键，醒来后什么都没有。原本这只是一个封闭的梦，但是如果有2个人同时参与，它就不再是封闭的梦，它会慢慢转变成客观事实。我快蒙圈了，我们似乎永远没有办法把梦境中的东西带到客观世界中来。你也并没有给我煎鸡蛋。我没有给你煎鸡蛋，你很沮丧吗？哎，算不上吧。想要吃鸡蛋，我可以去给你煎，但是这里是北拉军营房，没有这些餐具啊。等等，我现在确定不是在梦里。你要这么问，谁也不知道谁在谁的梦里啊。你这么说就玄乎了。那我们现在在干嘛？我们？哦，应该说是你们，接到了和北拉军一起去往求阿里岛，跟刑天打交道的任务啊。哦，对，给我整迷糊了。我教你一个辨别现实和梦境的方法。怎么说？你静下心来，仔细想想，你是谁？从哪儿来？你昨天做了什么？今天做了什么？仔细回忆。对，我叫雷七，父亲雷彦斌。我清晰地记得我的一生，慢慢成长。昨天我在华夏的卫星图谱室和凯威、赵炳龙首长讨论刑天的事情。晚上我们喝了酒，还跟闽军有些小摩擦。对，是的，就这样。你能回顾的一生，就是你在这个客观世界的一生。即便它仍然是另外一个世界的梦，那至少这个客观世界你醒着。人在梦里是不会思考的，只会跟着梦境设定好的剧本走，接受梦给你的情绪，接受梦给你的人生。好像是这样。甚至在梦里，随便一句话都能让你醍醐灌顶。哎，对，之前我梦到一句话：痛苦的可不仅仅只是腰带。在梦里，我简直觉得就是神论。醒来后发现什么屁话。有这种情况。但可怕的是，我忘记我什么时候睡着的了。这就是酒精的作用。酒精？致幻？直到现在，最前沿的科学也没有办法对梦进行系统的解释，只知道是脑电波行为、潜意识觉醒，但实际上没这么简单。这里蕴含着天大的秘密。什么？这就是我父亲跟我说，进入山海机会，就能找到答案。世界忽然变得不认识了。世界忽然变得不认识了。情况有变，请参与大西洋联合演习的所有部队全副武装，准备行动。情况有变，武装行动，所有成员跟我一起登机。是。前方有4架直升机，各位按编号2人一组，登机。不确定是否会交火，但是你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紧张吗？第一次有一点，希望能帮到忙。好，跟我一起登记，走。穿着太极顶，这飞机就显得狭小了。原来北拉国也有这种钛合金部队。军事科技基本趋同。怎么了，赵炳龙首长？之前持续12个小时，都在试图跟求阿里岛建立沟通，但都被拒绝。确实是刑天吧？我们现在定义为贝米斯人，确实有，形象还不确定，但肯定不是非洲土著人。那我们这次去是？联合司令部任命我为交流大使，主动前去交流。
阿里岛没有发现大规模可燃物，没有发现大规模结块金属物质，但地底下怀疑有丰富铁元素。无人机编队进入区域，黑武士已经接近目标，现在距离约3海里，受到一些强电磁干扰。无人机正在对岛内热源进行扫描，现在数据还不清晰，距离比较远，干扰信号是有规律的。怎么样？结果吗？发现热源，发现多个岛内热源。多个是几个？7个。让黑武士原地待命。原地待命，等待进一步行动指示。岛上没有发现大规模可燃物，但这7个热源热度在87摄氏度，热源平均半径在3米左右。应该意思是有7个够热生命体。这是在检查什么呢？怕有大规模爆炸类武器，我们对刑天一无所知。万一真像神话中那样放出一把火把大家给烧了，会很尴尬的。你不是不信吗？我不信神可以，但不能不信各种武器的威力。准备进行辐射测量。核辐射读数绿色，贝塔射线读数绿色，阿尔法射线读数绿色，伽马射线读数标高预警。热源身上带有微量伽马射线。什么情况？拥有极强穿透力的伽马射线，属于核辐射的一种，在热源体内。然后呢？如果很强的话，说明可能拥有核能级别的战斗力。我会脑补很多超级英雄。应该不至于。伽马射线量级低于报警值，意味着什么？以目前级别换算，如果有类似引擎的话，应该相当于一辆4缸汽车发动机。那还好。对方发出来电信号，他们没有攻击我们，愿意与我们做初步沟通。赵炳龙先生，请你代表人类登岛面见目标。好的，收到。重新调整登岛计划，太极顶第一批次登岛，落点标注 A， 黑豹分布两边登岛掩护，落点标注 B、C， 其余部队保持距离，只掩护赵炳龙登岛，不做大规模登陆。暂时没有遭遇抵抗，请大家小心。无人机小组报告，登陆点安全。黑豹登陆完毕。太极顶全员登陆完毕，季兰西和赵炳龙首长在我身边。怎么样，首长？还行吗？还行吧。走，去找他们。跟我来，就在前方。注意点，有点吓人。好，走吧。所有人跟前，统一行动。是。小心点，就在前方。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你去过天狼星？远的平山，实的柱子，拴住的施主。我们是来和你谈谈的。你们用了很多武器对准我们，你们想在谈判不顺利的情况下，把这个岛屿夷为平地。你们如此高大威武，
穿着铠甲。如果你们对我们有敌意，那你们可以把我们轻易杀死。谁都是生命，都希望安全的活着。非常巧合，你们把姬王女也带来了，所以我对你的话没兴趣。我想听这位姬王女怎么说的。我吗？姬王女是谁？是我身边的这位女士。不，这不符合程序。对不起，这不符合程序。我原谅你们的无知。我是塞雷尔·达伦博斯，你们曾经称我父亲普雷茂比特里斯为刑天战神，他杀过你们的皇帝，但你们抹去了那段历史。直入主题吧。好。尊敬的塞雷尔·达伦博斯，尊敬的塞雷尔·达伦博斯，我们这次来想讨论的问题是，你要对我们人类做什么？我们没有耐心等待你们继续成长演变。7000年下来，你们只进化出了3个化人，你们失败了。什么人？化人，古代称一些方士、幻术人士等为化人。好吧，就算你认为我们是失败的，没有你说的化人，那又当如何呢？山海忌会决定重塑人类。你是山海忌会什么人？我是山海忌会的领袖之一。我听这意思，感觉你们实际上就是想要毁灭我们。是的。前方情况不容乐观，请各单位注意。我们是要马上开战，还是继续沟通一会儿？我们内部意见尚未完全统一，可能需要一些时间。你告诉他，我们内部意见已经很统一了，就是如果要威胁我们的生存，我们就消灭他们。不，我们意见也不统一。如果你有不同意见，那么请撤离现场，我会商讨委派新的发言人。我们内部的一致意见是，如果你们对我们生存构成威胁，我们可以马上开战。你们的战斗力1分不值。喂，巴里特将军，这里是全球军事联盟总部。我们经过内部讨论，赋予你在必要的时候采取必要手段的权利。此次谈判，我们需要直接的结果。明白。赵炳龙先生，这次谈判我们需要结果。明白。塞雷尔·达伦博斯先生，我们直接进入下一个话题，可不可以和平共处？你们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不想跟你浪费时间了，要么让这个叫基兰西的人跟我们详细沟通，要么互相交换火力。你究竟是什么人？我真的什么也不知道。塞雷尔·达伦博斯先生，您是否知道导弹、舰炮的威力？我研究你们新生代之人7000年。你的意思是打不死你？我们不同代文明之间对史的理解不一样。我们拒绝他与基兰西单独沟通的请求。目标左侧300米海面，发射舰炮1枚。薛营号注意，目标位置9点钟方向，300米海域，发射舰炮1枚。你们这个属于示威，你们自己承担后果。
误半径在100米左右，为什么刚才没有发现？好大的压力，要下跪吗？这是。瑞奇亚变化，瑞奇亚变化，小心，有压强差。飞行下方有不明压力，直升机不受影响。好了，没事了。怎么样？没事，没事了。报告情况，报告情况，麻烦投射现场画面，一艘圆形的不明飞行物。真少，这就是我们想要知道的东西。立即连线上级。各单位做好战斗准备，各单位做好战斗准备。赵炳龙先生，你们可能面临恶战，希望你们稳住阵脚。太机灵听令。4路往上，立即往前靠，留站在我的机上位置，与我掩护方机下炮。明白。黑炮往前靠围，行动迅速点。攻击读数，计算装填间隔，前方部队开火，舰队火力对准目标飞行器。飞行器高度200米，距离20.5海里。各单位主炮准备，导弹驱逐舰的防空导弹井装填完毕，准备点火。准备听我号令。报告首长，9点钟方向发现新的飞行器。报告，3点钟方向发现飞行器。总部，我们被4艘大型不明飞行器包围，所有甲板上的飞机升空，快速升空！注意，我们被4个飞行器包围了！北拉国大西洋舰队受到不明飞行器战争威胁，我们随时准备航空支援。进行紧急空中巡逻，随时待命，随时待命。指令说，北拉国要不明飞行物开战，我们要支援他们吗？不知道，上头的命令是随时待命。求阿里岛屿附近与北拉国大西洋舰队会合。事态紧急，2分钟内动员了全球8个国家的航空编队。青马桶开始达到了4马赫。约翰，你问我紧不紧张？我就紧张爆了！要和外星人开战了吗？希望别打起来，我们根本不了解他们。是，海防已经动员起来，立即联系上级。求阿里岛正在对峙中，对方没有退役。有不得，太快了，我的速度快到极限了。各军舰主炮装填完毕，正在待命。待命，继续待命。太极鼎，黑豹，你们那边怎么样？与他们老板对峙中，能拿下吗？首长，能拿下。OK， 没问题。我命令你们用最快的速度拿下他。拿下他！开火！赵炳龙师长，在我后面。53号被击落，53号被击落，飞机开始反击了。53号正在坠落，53号正在坠落。阿豹，队长需要盾牌掩护，去。是。他这个盾牌打不穿呢。打不过我们，消灭他们！
拳！张哥，头不是换了！首长，别急！注意！长炮威力巨大，但射速有限，短炮时速极快，属于近防炮。打我！注意！火力信号被击中！火力信号被击中！准备发射飞弹！飞弹准备近防炮拦截，撤！好锋利！怎么样？好像能挡住。大家注意移动，对方火力主要靠飞碟，地面目标没有火力，地面目标没有火力。雷七，你怎么样？会死吗？起来！不是。扛住了！太极，你扛住了！什么情况？这锤子看起来好像在瞄我们。这玩意看起来像武器啊！废，防御能力挺强啊！方向被锁定，位移！阿爸，你还活着吗？这玩意儿想撞死你爹，就更撞不死你爷！我发现你就是喜欢硬碰硬啊！我就是喜欢硬。2号盘忽然加速了，像是接到了指令。注意！2号目标速度突然升至6马赫，目标自己加速，追不上了，速度达到了8倍音速。我们的导弹追踪不了目标，他正在掉头，他进行了长达5公里的急转弯，他在空中转弯，可能发动攻击，他们越过了我们所有的火力。拦截目标，饱和打击！他正在朝母舰急速俯冲，注意，正在俯冲。正在1号机航炮火力猛烈，速度极快，黑豹装甲抵御不了。他这条装甲能扛住，地面行天目标防御极高，前线火力打不穿盾牌，更没有其他攻击手段。他的距离不能调高，黑豹掩护太机顶，近距离突袭，快速突袭，掩护友军。快点的！刘志，跟我一起拿下他！来了！别动！知道什么叫投降？别动！爆头！别动！双手爆头！爆头！不会投降！别动！把手举起来！别动！爆头！你杀不死我！爆头！别动！爆头！叫你不许动！别动！叫你别动！我们的力量足以摧毁整个地表。我们足以摧毁你！别动！停火！停火！盘道号减速了！减速了！危险，小心！他刚才是想撞沉我们吗？这合理吗？停火！
巴里特将军，赵炳龙首长牺牲了，现在由我来代表讲话。现在，他们停火了。你们这一身装备不错，出乎意料。不限于此。我们已经交换火力了，如果要继续打下去，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们可以继续谈判。你杀了我们的人，雷西中尉，不要多说任何一句没有意义的话。继续打下去，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接着谈判吧。我只想要跟吉兰西说话。不，你不能。你这样只是在害他，孤立他。我们的人不会相信他。那是你们的问题。他现在只想跟吉兰西说话。他有什么权利选择跟谁说话？你没有权利选择。那就让事态更严峻。幸亏我的身体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就像刚才，就算我们炸了你们的航空母舰，也并不能让我们在未来战争中降低难度。同样，留下它也不会增加难度。是的，僵持住了。现在他很固执，但他的确有收手，要不然我们的母舰肯定会被摧毁。刚刚的确如此。雷七，你能跟基兰西一起吗？我跟他一起行吗？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我们在跟北拉方沟通，我们认为这是目前最好的方案。你凭什么？我是他的看护人。你是他看护人顶个屁用！这简直就是个笑话！阻止我参与，一样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在我们人类的规则里，我现在有权监护他。如果寸步不让，就是你在蓄意让事态恶化。那这就是我最后的让步。你要破坏整个事态吗？我抽支烟。那就这样，你可以跟吉兰西一起到我的飞船上来。吉兰西、雷七，请吧，武器不能带。盔甲，盔甲里没有火力系统，没那么高级。但谁知道你飞碟里面有没有什么辐射之类的？里面没有辐射。不同种群之间可能携带不同的细菌病毒，互相并不免疫。这方面的处理我们已经非常注意。我觉得我不需要向你解释。现在要进入的是你的地盘，我们必须保护自己。我里面只穿了内衣，我怎么脱？我也要保护自己。我可以有限的给予你们信任，请吧，请吧。
这是太阳系的全息投影。嚯，这地月距离也不精确啊，30倍地球直径。地月距离这么远？是的，30倍地球直径，大概平均38万公里。宏观看，很难想象地球的引力是怎么把月球潮汐锁定。你想干嘛？发生了什么？糟糕，飞碟离开了我们的视线。你们家吊灯不错。有那种味道了，对外星人劫持，然后互相问你是什么物种的那种感觉。我不是外星人，至于你们是什么物种，我比你们还新。这衣服不错，你是个地球人。你们的文明不正在流行这个吗？这个也不流行。无所谓，几千年下来换过太多款了，记不住。你这看起来也跟我们一样啊。我本来也是地球人，我的时代距今有8000年左右。当时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我继承了王位。美索不达米亚地区，8000年前。所以你说的是苏美尔文明？音译的话是的，不过同样被山海际会无情终止，并邀请我加入了重塑人类计划。你答应了？显而易见。为什么要用罗刹来杀我？之前是因为我要坚定地贯彻我的计划，但是很意外，你们居然能打败风葵那个 AI 机器人。类似吧，跟你解释不清楚。反正不是真的罗刹，如果真是，我就更不怕他。为什么？因为我要是死了，会比罗刹更可怕，罗刹会后悔的。不得不佩服一下你们现在的科技能力，比我想象的要更厉害一些。当然，我带你们进来的主要原因不是因为你们厉害了，而是因为基兰西是个华人。我认识你，基兰西的祖先周穆王。反正我不大认识。我没有太多时间废话，现在我向你抛出同样的问题：加入山海际会，重塑当代人类。当代人类有什么毛病？我没有问你，也不想知道你的想法。你看，都这么熟了，聊聊呗。所以我更加不想解释。基兰西，你是当代人类仅有的3个进化出弱力脑神经系统的人之一，这意味着你能直接感受到中微子。不是太懂。现在研究的宇宙中有4种力：引力、电磁力、强相互作用力和弱相互作用力。是的，你们的科学家最近才发现宇宙中的中微子。中微子几乎不参与强力、电磁力、引力，但是能参与弱力。中微子我略懂一些，我可以科普一下。科学家为了寻求世界的本质，找到组成世界最基本的元素，通过各种类型的粒子对撞机，以物理的方式将各种粒子加速对撞。你描述起来就像小孩为了知道石头里有什么，然后就用石头猛地去砸另外一块石头。就是这么简单粗暴。而将质子、中子等继续对撞，就发现最小的物质还有夸克、氢子、玻色子等各种类型加起来差不多61种基本粒子，然后就形成了量子力学领域标准模型。哇，这么多！那中微子呢？中微子就是一种氢子，质量几乎为0，几乎不参与任何强相互作用力，所以它可以畅通无阻地穿透任何物质，并且无法被探测。关键是这种物质几乎充斥着整个宇宙空间，
科学界把它定义为中微子，它的特点就是几乎只参与弱相互作用力。那你知道弱力脑神经系统吗？不知道。不知道你在这科普什么？为了加快你们的理解，我可以给你们一个最直接的演示。这是，你能看出这是什么吧？这是我的照片。这漆黑一片，你说这是你照片？不，你根本理解不了基兰西看到的世界，但是我可以帮你理解。哦，颜色 RGB 曲线嘛。没错，我通过调整这张图的 RGB 曲线值，你便可以看到这张图在正常 RGB 数据下的图案——基兰西的脸。这能说明什么？你再看看这个室内的太阳系投影，跟这个图一样，绝大部分都是黑色的，只有一点光亮，比如这个太阳。我理解不了你们看到的东西，我看到的并不是黑色空间。我来帮你感受基兰西所看到的东西。报告总部，目标一直在视野内平稳飞行。阿利特将军，目标一直在平稳飞行，是否采取进一步行动？盯紧他，尚不知道里面在谈论什么，先等待结果。收到。对，中微子就像是这个时空中的 RGB 曲线，而中微子恰好也分3种：电子中微子、谬中微子、套中微子。研究它能帮我们了解肉眼不可观测的宇宙，所以我再次发出邀请：基兰西是否愿意加入山海际会，跟我一起重塑人类？好，就算基兰西有这些能力，那为什么要重塑现代人类？现在无可奉告。除此之外，我也没有其他超能力。你们需要我做什么？你的基因是宝贵的。你留在当代世界，你的基因会被落后基因同化，你没有办法建立足够强大的新种群。那背负背叛当代人类之名加入山海际会，对我又有什么好处？你的基因家族可以延续到下一代，成为那一代的王族。那有个屁用啊！说实话，我也觉得没用。从一个先进的文明回到落后的文明，换我也接受不了。你没有资格选择，选择的是基兰西。有没有实际一点的？你说的实际一点，钱啊，富可敌国的钱啊，帅哥。这有什么用？你内心怎么这么肤浅？我不是要收买你，我是要你明白自己的使命。我生活在当下，社会进步，国泰民安。20年的务农生活，让我对物欲的追求也很低。我对未来没有诉求，也没有希望改变什么。你要不杀了我，或者先打败雷七，再杀了我。对，先打败我，杀了我，再给你机会碰他。那就准备承担后果吧。正在跟踪目标，已确认是达伦博斯所在飞碟。刚刚发出了一道强烈的光，速度太快，我们很快就会被甩开。基兰西
加速到了8马赫，居然没有吐出来，不凡之女。不管你们加入还是不加入，改变不了结局，只能被淘汰。你们就留在这儿，静待世界末日吧。哎，我们是使者，你怎么能把我们单独留在这儿？难不成让你们带着我们飞艇的一些信息回去，再打我们？阴险狡诈呀！再见。另外，请抓好安全罩。我们这属于是被坑了。能给外面发信号吗？一点信号都没有，不行，完全被屏蔽了。这类理论上是可以屏蔽各种信号。对了，文文之前给我安装了一个什么叫封闭式量子通讯模块，我试试。是否使用文文1对1？13层防护被一下打穿了6层，看来对方火力的强度还是可以的。这个要修得回工厂了，我只能先帮你把系统调试好。哎，来信息了。苏文，我是雷七，能收到。队长给我发消息了。谈判结果出来了吗？谈判结果如何？根本没法打扮。打扮？什么打扮？抱歉，这玩意儿打字有点不熟练，是谈判，没法谈判。他们只要毁灭鱼类、羊类、四足动物。到底想说什么呀？谁也没学过用意念打字吧？我得熟练一下。人类，他们只想重塑人类，要我们等待末日。他们可能准备进攻了，赶紧向上级汇报。去，汇报。好。紧急军情！紧急军情！请巴利特将军到指挥厅。好。特别安全行动，马上动员。接好了吗？好了好了，马上好了，可以了。对着这儿说。是的。你好，雷奇中尉，我是巴利特中将，现在什么情况？现在情况，他们准备进攻人类。能定位到你的位置吗？你们没有跟踪他们吧？你没有质问我的权利。我是在救你们，麻烦配合。希望你说的每一个字都是认真负责的。我是认真负责的。至于说每一个字是否产生歧义或者信息不对称、不准确，不能保证，因为我现在正冷静地用这台非常神奇的文字输入系统跟你们讨论作战，但我还不熟练。队长，平时多练啊，这个很好用的，一会儿就麻利了。我发现你真是个天才，我会向国会举荐你，你可以得到世界上任何你想要的。我何德何能成为了天才，进你们国会？言归正传，能给个定位吗？不能，完全没有信号，肯定是电信号隔离的封闭区域。那他怎么跟我通讯的？有通讯就能定位？封闭量子通讯真的不能定位？既然现在不能定位我的位置，同时又没有跟踪到对方，那么
我描述一下我们沟通的情况。我们需要分析他们的能力。你应该先分析一下你现在的状态。对。再下降，急速下降。什么下降？怎么回事？刚刚应该是潜入海底了。潜入海底？一定是进水里了。但是这么大的庞然大物，不可能是进了河里，那应该是海里。我判断不了位置，希望全球的声纳系统都能启动寻找。指望全球都因为你的这句话来寻找可能的落点有困难，但是我们大西洋舰队会配合。报告司令部，雷西这边认为飞碟进入了海里，希望能启动全球声纳系统寻找。报告舰长，声纳系统探测到112秒前，在3点钟方向90.4海里处，有半径超过100米的大型物体突然入水。报告司令部，鲲鹏号追踪到疑似目标入水。起立！密切追踪，做好1级战备。是。最新消息，目标出现在印度洋。这么快，不到半小时就从大西洋到了印度洋。联系空中巡逻大队，重新制定搜索方案。是。到了印度洋，我预估了时间28分钟。如果按之前的信息，他能一口气提速到85分，那这段时间横跨了非洲也是有可能的。这么快的速度，持续飞行了28分钟，那他们温控怎么样？哎，对，你真是个天才。他们说过，他们是苏美尔文明，科技术跟我们不一样的情况下，他们的电脑系统也比我们差。我估计这庞然大物的控温技术也不见得比我们好。我判断，它就是需要入水，实现降温或者冷凝。报告，华夏方的核潜艇鲲鹏号发现了目标。画面切过去。是。报告，目标达伦博斯飞碟一直停留在深度1200米区域，身上冒着热气泡。好，航空编队立即赶往该区域。印度洋舰队北里干号导弹驱逐舰、皮特号导弹驱逐舰与鲲鹏号会合。首长，北拉有2艘舰船正迅速开往鲲鹏号附近，打算对目标进行围剿。他们在征求我们的意见。雷西，北拉国人肯定是要主动开战了，我想听听你的意见。虽然人微言轻，不一定顾全了大局，但是我的意见是，无论对方只是口头危言耸听，还是另有打算，我们都应该亮剑。有道理。那么，一线部队开始行动。大型3队正在赶往目标点。根据多方信息，目标速度极快，而且有反雷达功能，只能目测位置。梅里干号与皮特号已经接近目的地。它是一个大圆盘，体型很大，在海上大气浓度下，100公里内都能肉眼可见。盯紧那个庞然大物。等一下，投入到1线的舰船需要改装。然后根据之前罗刹1号的研究报告，认识了黄色。显然，粒子束武器里面同样有黄色颗粒。黄色遇到氧气之后会剧烈氧化，产生剧烈的紫光，属于碱金属能量盘。所以，首先要准备高分子纳米涂层的装甲片，可以有效降低粒子束的爆发温度。其次，准备干粉灭火器、液氮等碱金属灭火设备，不能使用2氧化碳灭火器，否则呢，反而会适得其反，产生助燃效应。该听懂的人都听懂了吧？是的，是。
照办。梅里干号和皮特号准备接收空投物资，我们已经抵达空投点，我们已经抵达，请放心投放。收到，正常投放。祝你们好运，准备接收空投物资，立即搭建防御装甲。梅里干号和皮特号已经在2个小时内驶入目标区域，现在我们在对方的预估射程之内。目标有移动，舰炮准备发射。深水炸弹10枚，投放。是的，感觉到了红感，位置没错，请准备鱼雷和舰炮。我感觉飞碟在上升，已经准备好了。来了，动起来！快点，动起来！快，来我这边！快点！舰炮准备发射，听我命令，发！报告命中情况，直接命中目标顶部，但看起来没有造成损伤。战锤命中，没有，不对，有一点破损。有什么战术？梅里干号刚刚中了一发粒子束炮，正面装甲被击穿，目前没有造成致命损伤。皮特号已发射2枚战斧，距离上次被攻击间隔40。受到2发粒子束攻击，船体中度受损，舰长阵亡。2发间隔时间是多少？43秒。继续攻击。升空了。这回麻烦了，空中编队到了没有？无力发现盘子2号，无力发现盘子2号，我们正在追踪另外一艘飞碟盘子2号，请2个小队保持10公里距离。发现盘子2号，发现盘子2号。7号，你击到运红点，神秘。报告，太快根本没有神秘视线，只能提前预判。盘子2号一直没有加速，一直保持在2马赫，全队加速，推进12.5马赫，咬住不放，距离盘子2号不超过5公里。自由攻击，自由攻击。达伦博斯号飞碟正在急速飞升，已经接近音速。达伦博斯号正在以1倍音速飞到了3公里高度，仍在加速中。驱逐舰已经很难攻击到了。目标已经升空，接到命令，发射鹰击100。接到命令，鹰击100，准备。鲲鹏号向目标发射了1枚反舰导弹，目标似乎没发现。雷奇中尉，这是1枚你们的鹰击100，从下方追击底盘，对方似乎没有发现，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安全。做好防御准备吧。小心下盘爆炸。好。飞碟下方似乎有某种压力，让8倍音速的导弹变慢了。不对，情况不妙，担心被发现。雷奇，吸引他们。要喝水，我渴了要喝水。哎，冷静，喝水，快点，水，我要喝水，大爷我渴了，哎，水，我要喝水，给我水喝。命中目标。
大清第3航空编队已经抵达达伦博斯飞地战区，请求出战。队长，飞碟竖起来了，你们有发生什么变化吗？没有，还是疲于地面的。目标看起来试图自其向东，加速到第2宇宙速度，冲出大气层。自其向东，借助地球自转的惯性力，它将很快突破宇宙第2速度，逃离大气层。这下子有点撑不住啊！速度好快，完全把我们甩开了！报告，太快了，消失在雷达视野中了。努力追踪，努力，请努力。听到了奇怪的声音，感觉是某些机械卡壳了。这么说，已经到太空中了。如果进入外太空了，我们就没有武器能打到它了。不对，我还坐着。对，外壳坚硬，没有把你炸死。不是，我还坐着，没有失重，没有进入太空，还在大气层内，就不会飞到什么别的星球空间。科学点，巴里特将军，只有不到1分钟时间，能飞哪儿去？刚刚爆炸后听到了一个金属摩擦声，可能刚刚被导弹打坏了某些仪器，他们进不了太空了。那继续追踪，一定给我找到。这里是 F35战区，太快了，根本抓不住，别着急，我们火力冲突。4个弹闪避失败，4个弹闪避失败，命中目标，命中目标，继续开火。还没有找到达博的飞碟吗？我们已经全球动员了，但还没有搜索到结果，应该在某个云层里。欢迎2000已经在航道上，我们正在前往第3预测点。2点钟方向的云层里有金属反应，疑似发现目标，在云层里，在云层里。距离太近，小心！报告司令，高卢国幻影2队发现目标。这里是大前3队，接到攻击命令，立即前往。注意，前方出现有军飞机。看，幻影，你们好，就在那边，交给你们了，加油，大前3队，祝你们好运。已经接近目标，做好攻击准备。大歼3队已经接近目标，目标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新的加速行为摆脱我们的飞机。但此前我们的 F35编队火力并不能轻易打破目标外壳。得有个办法给予它足够的打击力。现在的导弹威力不够。钛合金的熔点，你先说。钛合金的熔点在1700摄氏度以内，现在支撑它外壳坚度的主要是厚度和层数，所以我们只要把打击点集中，足够的持续性高温就可以穿透性融化它的外壳。你想说什么？哦，差不多意思。我认为他们的战斗逻辑其实很简单，比我们想象的要笨。他们其实现在应该很狼狈，虽然看起来很吓人。认同。所以这位分析师小哥说的也对，集中攻击一个点，持续的高温爆炸，能够一层层融化外壳，最终打出一个洞来。而需要的炮弹最好是破甲高熔弹加装3级助推器，也就是破甲高熔电钻弹。对，非常棒。我们现在有这种高熔电钻弹吗？我们的飞机在这次起飞之前，我就让他们提前改装并携带了，而且，这是我1年前的发明。那你在那说非常棒。好，制定作战方案。国会也阻止不了我们需要你。已经确定，就是这儿。空中编队，各单位注意，所有攻击锁定这个点。
40分钟再也没有开启过急加速。现在我们切换2级燃料，开启3倍音速，攻击指定目标点，近距离定点打击。你们好，华夏空军编队，请注意，精神出现红点是被激光瞄准了，必须在0.2秒内做出预判闪避。目标有4门远程激光炮，每门装填间隔20秒，请做好监视器。另外，不要靠近目标200米，有机防炮速度极快，无法躲避。明白，谢谢了。出发！看到点了吗？这就是你们的破甲高容电钻弹？并不是，高容电钻弹是机炮弹，而不是导弹。因为歼20速度太快，普通机炮弹速度不够射不出去，所以我们加装了3级助推器，是一种特别的机炮弹。1号接近1轮500发弹药投射完毕。2号开始发射。2号投放完毕。3号准备发射。1轮投射完毕。是不是打进来了？攻击倒计时，4、3、2、1，闪避！装填完毕，第2轮起射准备。有人来救我们了。怎么了？咣咚咚的。在搞装修吗？听起来像是空调炸了。哎，你们请的师傅有电工证吗？空调不会爆炸。哦，也是。如何停战？停战？打起来了吗？打完了。人类灭亡了？飞船故障了。我们可死了不少兄弟。好啊，看起来是小规模的赢得了胜利，祝贺你们！报告，查莫号附近海面，这里是 F35战区，盘3号实际战斗力，盘3号实际战斗力。走吧，跟我一起去海面。你们得保证我的安全。是我的问题，我活了8000年，可你们近50年的变化实在太快了。而我恰好这段时间去了一趟冥王星，一去就是20多年。我承认，我恐怕还不够了解你们目前的能力。那你直接飞走，飞离地球就好了。为什么要举白旗投降？这就是你们厉害的地方。我的能源是有限的，一次充能只能在地球大气层内平稳飞行10小时。毕竟这么大的体积，但2次急速飞行就消耗掉了1半的能源。恰好你们水底下突然钻出一个导弹来，把我们的供氧设备炸坏了，没有氧气，我们去外太空就死定了。哼，那么厉害呢？
别高兴得太早，这并不代表你们就能与我们抗衡。只是作为山海机会领袖之一，我不能死在这里。你说过，你们对死和我们看法不一样，但是我的使命要求我活着完成任务。也是，活着才能完成任务。你应该没有在内部与外界通讯吧？理论上是不可能通讯的。啊？还能通讯外部吗？怎么通讯？你们确实厉害，全球作战系统，这是我们曾经辉煌的23万年苏美尔都未曾尝试过的作战思路。因为没有这种级别的敌人要对付。但是你们是怎么把这么大个圆盘子飞到太空中的？我已经不屑于向你们当代人类解释了。以你们现在的科技方向，永远也不可能真正离开大气层，只能偶尔放几颗火箭，用极高的比冲量，极大的消耗山海星的有限能源。就这，你们就只有等着被重塑，已经不可逆了。山海星？啊？没什么，你们不懂。信不信我揍你？我们有自己的语言，你们要学就从头来。我们没有你们复杂，但比你们强大。我们不用考虑时间和牺牲，整个文明前赴后继，就是为了脱离山海星，躲避塞德纳星难，并谋求以后的反击。我们如此伟大，却仍然遭受了灭顶之灾。而你们极其复杂庞杂，未来你们面临塞德纳星难，根本不是你们对付得了的，所以我一定要推翻并重塑你们。说完了吗？我说完了。说完了，该上直升机了。死因是什么？不知道。走，去看看。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我不知道，我只听到隔壁的叫喊，然后比利和威利斯就跑出来喊：“杰森和帕克死了，死于梦中。”该死，这明显是被勒死的。比利，威利斯，你们干了什么？我不知道，我们什么也没干，他们2个人一起死了，我们什么也没看到，只看到他们2个人做着噩梦，然后互相叫着对方的名字，最后一起死了。我们在边上叫不醒啊！哟，少校了，跟我昨天一个级别了啊！我会争取比你在这个级别干得更好，改为中校。那就再接再厉，等你超过我。再接再厉，要不要喝2杯？走啊！走，叫上兄弟姐妹们一起。哎，我看到队长爬起来，冲上去了。哎，我也是啊，我二话不说扛起机炮就往上顶。我也是啊，我虽然没有扛机炮，但是看到队长头顶被炸糊了，我着急死了，我电工钳都掰出来了，就等现场把它给修一修。
哎，我毕竟不是战士，只能看你们发挥。不过啊，我觉得我呢，在那个时候完全镇定，不吵不闹不尖叫，不被高跟鞋崴到脚，不影响你们发挥，不让雷七分神。我觉得我做的也挺好了。确实挺好，要的就是这种。是啊，作为普通人来说，你的表现非常棒。干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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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这看他那德行。上次上菜好没多久，你少喝点。我知道。来，文文，拿饲料。啊？巴利特将军说，他会向国会申请。啊？真的吗？你怎么想？当然，非常感谢他的认可喽。不过呢，条件达不到我的要求，我也没兴趣。你什么要求？首先，我像是缺钱的样子吗？不像。我像是追求豪车豪宅、逍遥法外的样子吗？不像。他都不了解我，就说要给我任何想要的。我想要的是，要创造属于我们华夏自己的太极鼎部队，他给不了。这个嘛，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不一定了。不许怀疑我啊，队长。这个玩意儿你喜欢吗？这个是给我的吗？你喜欢就是你的。那虽然我也是军人，但是从来没有得到过这种军功章，是你给我佩戴吗？自然是的。可能这并不意味着你得到了什么，也许更多的是你又要承担起什么了。比如，还有这个。可能会有一整队菜鸟成为你的助手，虽然他们都是从最好的科技大学选拔出最优秀的那波家伙，但是给你端茶倒水、打下手，这样的事情也可以更好的解放你，总有用得上的时候。所以，我这是升官了。是的，苏文文上尉。可能比起巴利特，华夏给不了你任何你想要的，能给你的只有使命。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就流泪了，可能是发现我的所有缺失终于有了意义。明天会有正式的授勋仪式，先给你点个赞。来，我先暂时帮你保管，明天给你正式颁发。总署，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塞德纳行星的运动轨迹1天之内增加了30多倍。给我！来，往这边！来，这儿，给我！
来，进来。忙啥呢？愁眉苦脸的。哎，事情接踵而来，刚准备把达伦博斯送上军事法庭，前后，难度还挺大。也是，毕竟人家身份不一样。流程还是得走啊，不管是什么人吧，既然触犯了我们人类的法律，那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挑错了啊！没错再来。赵炳龙首长不能白死。那家伙有很麻烦的背景，自从山海界会曝光后，跟他们打交道也变成了复杂的事。就说这个，那不止，上午又接到什么赛德纳的内参资料。什么呢？赛德纳，具体点。说是有颗叫赛德纳的行星，最近一段时间，星球的轨迹一直在跳跃。原本在40年后才能到达近日点，但是在这个震动状态下，据说提前了40年。今年到达近日点，可能。赛德纳这个词，最近好像听过。赛德纳，不就是达伦博斯前几天说的赛德纳西难吗？你觉得这算不算危言耸听？达伦博斯好像不怎么喜欢撒谎，但他喜欢吹牛，所以事情最多没那么严重，但肯定得有吧？那我有必要汇报情况。你之前的汇报里没有吗？我以为这段纯属扯犊子，就没汇报啊。赛德纳是一颗太阳系内绕太阳系公转的深红色星球，位于阿尔特系列带，同时也是太阳系内离太阳最遥远的行星之一，超过了100亿公里，绕太阳公转一周需要11400多年。赛德纳的运行轨迹非常奇怪，它以一个超乎引力学逻辑椭圆形轨道在绕太阳公转，似乎受到了我们并未发现的力量牵引，或者它原本并不属于太阳系，是太阳把它从别的地方吸引过来的。按理说，这样的行星在太阳系遥远的边缘地带，对地球是没有任何影响的。但是根据这位雷奇少校的描述，有一个所谓的赛德纳星难，而且是达伦博斯认真坚决地说出来的，绝对不像是危言耸听。再加上近期的星球活动完全不符合天体运动规律，所以我们得重新考虑，到底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你们将面临新一轮的灭绝。我会被安排在一个很漂亮的别墅，看样子你们的法律也不能拿我怎么样。法律没有制裁你，那自有它的理由。但是，这并不代表你能逃脱制裁。有些事情，只是时辰未到。你大可不必恨我，我们还得继续谈。我没有恨你，我只是认为人总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并承担后果。但我跟你们不一样，狗伤了人也要惩罚狗。你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儿？雷奇，稍安勿躁。首长，这就是达伦博斯申请过来讨论赛德纳的事情。静，我喜欢你的思路，这也是我们终有一天要反击赛德纳的理由。现在，我们来解决这重大的问题，好吗？你们两个先出去，在门口待命。我原名塞雷尔·达伦博斯，这是我在苏美尔时代父王赐给我的名字。我真诚地建议你们放弃任何幻想，不要与山海机会作对。我只是其中第6纪元的领袖，而我的太空部队可以清洗整个地表人类。以
一些愚蠢的原因让你们对我们一无所知，我们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是你提出要讨论塞德纳的事，申请参加会议。要不，我们先谈谈塞德纳的事。它是被另外一种力量放置在太阳系的一颗歼星。歼星？哪个歼字？监视的监，就是专门监视我们地球智人文明的一颗外来星球。我们的认知，差不多就是这样。那个力量先是摧毁了天狼星，天狼星文明是我们第4纪元建立的。天狼星，又是天狼星。对，你梦到的是它辐射的影子。他们的文明被摧毁了，惹上了天际，参与逃回了地球，并藏了一个武器。他们说这个武器可以扭转世界，却又说我们苏美尔人不足以驾驭它，没有具体告诉过我们。其实我们的信息也是不对称、不准确的。于是后来，32万年苏美尔人民每隔11400年就要面临一次毁灭性攻击。说来说去，这就跟你们学说中的大过滤器有一些类似，但不完全是。大过滤器只不过是对费米悖论的一种假说，并没有实际性的根据。谁知道呢？反正塞德纳它就是存在。我们苏美尔人有过很多次抵抗，但都失败了。后来，每到那个时期，我们就都躲起来，一次又一次，躲到地底，躲向太空。他们有多强？不可理解的强，根本不在这个维度。那总得有一个基本概念吧？塞德纳就要来了，你们连中微子系统都不明白，你们没机会了。中微子系统，通过梦境感知中微子的世界的能力，是山海机会应对天机的最新思路。你们这代基本都会了，但其实发现这只是个过渡。最终的目标是要像基兰西一样，进化出弱力脑神经系统。它是关键人物，但你们理解不了也没关系。现在帮我做事，你们可以延续到下一代文明，咱们一起组建新的人类世界第8纪元。现代的人类已经没救了，都会死去，过程痛苦，还不如我们一起来个痛快，重新开始。你们都可以是未来的王族。哼，罗密亚，你告诉他我们对当代人类的责任和态度，同时也不要对狂人抱有任何幻想。今天先到这儿。我可以提一个问题吗？问。你说重塑时，你们当年真的没有一点反抗吗？达伦博斯还是会被监管起来，毕竟他是有威胁的。现在我们是该信这个疑团呢，还是不信呢？其实不能不信，因为我能看到你们看不到的东西。塞德纳，我能看到，他就在天上，若隐若现，只是你们可能真的看不到。这大白天的，你真能看到点什么？是的，很小，很远，深红色的一个姑娘。那你这么说，我是信还是不信？这个你可以不信。好吧，我留意到达伦博斯说的一些细节。天狼星改变世界的武器是什么？天狼星啊，这个嘛，就是一个，贬一点的说，就是地摊文学了。哎，又是地摊文学。而改变世界的科技呢，大多数这种地摊文学里谈到的都是狮身人面像。不要小看这种地摊文学，空穴不来风，假的东西是没办法流传几千年的，对吧？也不一定，比如……哎，别杠，我就事论事。天狼星的问题，首先要追溯到古埃及。
说是金字塔精确对准着天狼星。啊，这些确实是。金字塔里有很多关于天狼星的内容，什么精确的天狼星历法呀、壁画呀，还有说女娲也是天狼星人，种种的。对了，这个世界秘密武器的说法来源是有个金星男孩的故事，大家道听途说过吧？说在狮身人面像耳朵后面有个通道，从通道进去能找到埋藏在下面的外星人科技，一个改变世界的秘密。有没有说是什么秘密？那谁知道？我要知道，我就改变世界了。达伦博斯说我见过天狼星，但我回忆起来，那确实是个梦。我梦见狮子、石柱、平墙、金字塔。但现在说到狮身人面像，我忽然觉得，好像这些都能联系到一块儿。你觉得呢？你该不会相信梦吧？可达伦博斯能知道，那就不简单是个梦了。要说这狮身人面像呢，确实有很多谜团。旧埃及那块儿，各个金字塔都有历史记载其来历，但狮身人面像不一样，埃及历史资料里是没有记载的，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建造的。而且说是这个狮身人面像是挖出来的，一开始只看到一个头，20多米高，出现在地面。然后有一个外国工程师叫埃米尔·巴雷兹的，带着工程队挖了11年。1936年的时候，挖出来一个庞大的身躯，长73米，趴在地上。可是，金字塔、狮身人面像那些，很多专家学者都去考古发掘。真要有什么秘密，不早就发现了？也对，这些不足以支撑我们去朝那个方向发力。队长，有情况。这位，就是凯蒂安娜。开始我也不信，搜溜搜问了又问，但是她就是要见你。凯蒂安娜是？哦，是在求阿里岛行动的时候认识的，美拉国黑豹突击队的女队员。当时就是她第一个一枪爆了达伦博斯的头。那挺厉害呀，金发吗？金发。嚯，有个金发美女要见你。哎，哪儿啊？我主要是想见基兰西，但我不知道要如何找到他，所以只能提出找你们队长雷奇。有什么事吗？太可怕了！我认为北拉国政府也保护不了我。那我们可以吗？啊不，你们也不可以。但他，我认为他可以。来，坐下说。自从上次行动后，我们便回到本土。后来一个晚上，我们2个战友同时在一个梦里被杀。什么？一个梦里被杀？至少看起来是的。他们男兵寝室，一个室内有4个人，同时2个人一起说着梦话。怪我，你先走。帕克，来人怪我！帕克，你怎么了？帕克，杰斯，快醒醒！帕克，杰斯，你睡了，帕克，快醒醒！一起好像被什么东西抓住一样，吊死。死的时候喉咙上有勒痕，而另外2名战友看到了，叫也叫不醒。你怎么确定他们是在梦中？他们互相喊着对方的名字，喊着小心这边那边，他们在沟通，在同一个梦里。然后呢？之后事情在军队蔓延，5天里一共死了30多个人，而最可怕的是他们有人在喊：凯蒂安娜，快跑，快逃，快离开地球！那你为什么找到我？
那为什么那个达伦博斯非要跟你谈？因为你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你能看到我屁股上的梅花印记。这个梅花印记被一个恶鬼烙上的，也只有在梦里能看到。关键是这个印记，后来在我梦中的潜意识里就一直在。这里在现实中没有，但是在梦中我一直有这个，我理解不了。可是你看到了，你就不是凡人，所以我还说我会来找你。好吧，我看走眼了，我当时没分清是真实还是梦中的。所以你真的能看到点什么？也不是什么都能看见，而且主要是能感知到一些脑电波的信息。对不起，我今晚一定要和你睡，我怕我独自睡去后就再也醒不来了。雷奇，还记得那天晚上在北拉军驻点，晚上在梦里袭击你的怪物吗？哎，别吓我，这可不好玩。不简单，绝对不简单，绝对不是我们概念中的鬼压床。鬼压床？你们这么称呼这个情况？鬼压床？是啊。你们可真会取名啊，太吓人了。我已经连续好多天不敢入睡了，我都快疯了。我坐最快的飞机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见你。哎，对了，这个事情咱们军中有没有？这我可不知道，得查查，因为我在北拉军基地时，一个晚上也遇到类似情况了。基兰西恰好在边上，我把怪物打跑了，我以为只是单纯的鬼压床。对，我看到了，是吧？好，我问问。喂，对，多少？8名，有8名战士夜间无故猝死，就这3天的事情。事情不只是军中，多少？20天里有2000多人夜间突然猝死。好，我明白了。怎么了？全国范围内，20天时间里，夜间突然猝死的人超过2000人，难以置信。也就是说，早在去见达伦博斯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我的天哪！以后谁还敢睡觉啊？死了算了！嘣！毕竟你是北拉军特种兵，我们怎么能相信你呢？你们现在没有任何必要相信我，我只希望你们能救我。刚刚跟北拉军那边沟通了，情况属实。北拉国在20天内有超过1000多人夜间突然猝死。实际上，全世界都在发生这件事情，而且很可怕。我们联系了大约100多个国家，反馈下来，应该超过了1万人，在20天内突然死去。但目前还没引起恐慌，大多数人被认为是自然死亡。这些人，他们身体本身不太好。我身体难道不好吗？可你也没死啊。怎么说呢？我的战友们身体也都还行吧，没有吸毒，没有抽烟。你看，我都好几天没有休息好了，不太敢睡觉。死者没有共性，但死的时候面目狰狞，像是挣扎过。死亡也是随机的。那北拉国那边打算怎么处理？根本处理不了。但是我没有基兰西的档案，要不然我也不会这么直觉的要找基兰西。我不是叛逃，我仍然属于北拉陆军。我也不是逃离到了华夏，我只是找基兰西，我只是来寻求帮助。那你这算不算擅自行动？去他妈的擅自行动！现在根本就没有行动。达伦博斯说了，我们这代人类只进化出了3个化人，我听到了，基兰西是其中一个，
另外一个出现在公元前900多年前。你们的古籍里记载的太少了，因为你们的历史记载根本就没有那么完整，很多东西被你们后来的一个皇帝给烧了。但是古埃及历史上是有的，同样记载了这件事情。埃及的女法老哈特谢普苏特，虽然年代上要比周穆王早几百年，但她年龄很大。于是，早在公元前900多年前，非洲的王与亚洲的王就已经见过面了。这是山海忌讳的策划安排，希望他们联合起来做点什么。山海忌讳的线索，北拉国也有，这些我都知道，所以我有足够的能力。你们完全可以怀疑我。我说完了。那第3个华人呢？我希望我自己是。就是不知道呗。我们什么时候去埃及？去埃及做什么？我好困。我凭着直觉要找季兰希，然后直觉告诉我这一切又跟古埃及有关，尤其是那狮身人面像。我们也做过调查，里面藏着能够改变世界的秘密。那查到了什么呢？查到了个屁，一堆破烂。那你还要去？因为我们没有化人啊，我们跟你们不一样。我们北拉军大多数人都相信，那是一种武器，用来对抗恶魔。我现在不知道我还能相信什么，何况我经常梦到那儿，感觉我的生命会在那里得到升华。你也梦到那儿了？很奇怪吗？那确实，我也觉得应该去。这样吧，抓紧时间，就当派你们先去考察，见到什么东西都不要动。我会安排物理学家马荣兴跟你们一起，但这不是军事行动，是旅游。旅游也行，死在快乐途中也行。既然这么困的话，那就去休息一下吧。那你不如直接给我一枪，把我打死得了。来，这边走，让我啊。再往前走就是。哎，这边那个。哦，不是，那个是参加的。好。哎，帅哥，今晚你能保护我吗？看情况。你倒是非常开放。哎，现在我的状态，看到帅哥也没精神。行，那边就是狮身人面像。虽然跟我梦见的狮子不太一样，但这个带给我的亲切感却无比强烈。那个通道在狮身人面像左边耳朵的背面。哎，你们怎么这个时候才来？现在不开放了，你们进去的话会很危险。好吧，我先走了，你们少待一会儿好吗？好，拜拜。哎，拜拜。啊，他就是告诉我们时间不早了，不要在里面待太久，晚上没人值班。我就负责送你们到这里了，那我就先回去了。好，辛苦。哎。所以其实这里已经被人们探索得干干净净了。你有看到什么特别的东西吗？主要是我也不知道你们能看到什么，我没有办法判断它特不特别。那你有看到洞口吗？自然看到了。里面很黑。颜色是不太多。好吧，来都来了，进去看看。
如果古埃及人不长这样，又偏偏把人物画成这样，是不是很奇怪呢？也许古埃及人审美就是如此，比如东英就喜欢把人画得很卡通。有时候艺术的结果往往取决于个人喜好。终于快到终点了，我有点扛不住了，大家别离开我。这个房间一阵舒适感，比之前的通道和其他房间都凉快一些。这里已经是最低层房间了，接地气，凉快一些。可能吧。哎，有没有密道什么的？我研究过，也联系过这边的管理员，他们也针对此进行过研究发掘。虽然有探测器探测到地下有空洞，但是并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连接下去。那你有没有看到什么特别的东西？我隐约觉得这里和外面不同，颜色多了一些，但是也没发现任何机关、开关、仪器设备什么的。我也看到了这里和外面不同，多了很多柱子、桌子和瓶子。对啊，五彩斑斓。对，五彩斑斓，那就一样了。所以画人有了，地方到了，并没有额外的发现。来，你们看，墙壁上有好多壁画，是一些事件，说不定在说明什么。基本上我也查过了，这些壁画已经可以在网上查到了。网友的脑洞都很大，但是实际上都没有结果。最权威的说法仍然只是在描述法老生前的一些事情，而且还会在别的文献里找到对应的描述。哦，也对。现在几点了？差不多晚上10点左右。好了，我觉得该没发现的我们应该也发现不了，也没带什么特殊的仪器设备。虽然基兰溪和我们看到的不一样，但并没有特别发现。靠肉眼估计没办法有突破了，不如我们撤吧。所以我应该是灵魂在这里得到升天了。其实也不一定，可能没你想的那么玄乎。帅哥，约会吗？啊，我不管了，要死死吧，你们先走吧，我就睡这儿了。睡这儿？基兰溪这个画人也没什么用。我先睡了，晚安，下辈子见。这样吧，你带着凯蒂安娜休息几个小时，我在门口给你们站岗。也行，现在晚了，走出去还得不少时间，休息会儿也行。我整理一下资料。你别走。好，我不走。这里没有网络呀，真是麻烦。
来了。我看到了，很模糊，不知道是什么，要杀他。太可怕了！还好刚刚有人救了我，不知道是谁。刘战呢？对，刘战呢？刘战，我发现了不得了的秘密。来，都坐过来，给讲讲。怎么了？凯蒂安娜，要不你先描述一下你的梦？我睡着了，醒来发现你们都不在，然后有一个，吓死我了，一个人形的东西，浑身像一道流动的光，然后他走进来找我，然后要杀我，然后就有人救了我。你呢？啊，我和他差不多啊，神奇，就在这里，我听到有人喊救命，就看到一个奇怪的人，穿着盔甲飞天遁地，在攻击一个美女，我也不知道是谁啊，我就去救她，然后发现自己被绳子锁住了，我就挣扎呀，就过去跟他干了起来。流动的光？什么流动的光？不是，不一样。反正也对，兰溪之前说过象限事情，等于你俩梦到了一块儿。应该没错，我看到了他们两人同时出现。哎，你们说有没有这种可能？那个科技设备就在这个房间，但是只有在梦境中才能看到。完全有可能，中微子特性就是如此。那么，我们一起睡。你是谁？我雷七。雷七是谁？你做梦了吧？啊，你确实在做梦。哎，这个是什么？有趣。他还在梦境中，控制不了自己。你是兰溪？你怎么这样？哎，这模糊的身影，这是凯蒂安娜，那我怎么是这样？怎么样？你不好好的吗？我是未来战士。你不是吗？这个我也不理解，你觉得应该是什么样子？我应该是一名足球运动员啊。你是足球运动员啊？不对，我应该是一名太极岭战士雷七。今天是2030年3月17号，我父亲叫，哎呀，有点想不起来。我是怎么来的？没关系，
梦里多少有点迷糊，但是你们看，这个桌子上的仪器，这像不像粒子对撞机？对，好像是。没见过粒子对撞机，但是看起来挺高科技的。这玩意儿能不能拿起来？好轻啊！这就是个模型啊！玩我们呢？也对，如果这个是粒子对撞机，那也太小了。实际上，真实的粒子对撞机要埋在地下数公里，然后长度达到数十公里。这个这么小，都在梦里了，还在乎大小啊？这是梦里。哎，你们看那个窗通向哪儿？哇，是一座山。不知道这外面通向哪儿，也许出去之后是另一个世界。你掉线了？我回来了吗？应该是的。好，梦连上了。那我去外面看看。这里看起来像神山呢，我去看看。我的天，刚刚做梦了吧？哎，醒醒，醒醒！兰溪，醒醒，醒醒！咋了？才几点，让不让人睡了？还睡什么？都起来！我们刚刚都在同一个梦里吗？梦？什么梦？刚刚做梦了吗？好像完全想不起来啊。我好像梦里并不是自己。我是看到大家了，但我也不知道你们是不是都在。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圆环形的仪器？啊，那倒是有，但好像那玩意儿吧，就是个塑料模型。就是那儿，我记得就在那儿。我也记得，就是这儿。是的，有这事儿。什么也没有啊。哦，对了，那边还有一个窗户，我看到凯蒂安娜从那个窗户上跳下去就没了。啊，对。对啊，爬出去就醒过来了。兰溪，你进来的时候都看到了没？我真没看到。那你总说你能看到不一样的东西，你能看到梦境，可这就是梦境啊。可能我修为不够。科学研究，宇宙中的可见物质只占4%，也不知道兰溪能够看到几%。我从小就被当成异类，而且家族里一直把我隔离起来，所以我甚至不了解我自己。理解。不过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大家在梦里都不是自己现实中的样子。哎，对，凯蒂安娜是一个公主。刘湛，你是一个古代大头兵。啊？
兰溪像个天使。雷七，你是未来战士。那我呢？你啥也不是。然后不能离开这个房间，离开就会醒来。现在我有一个疑问，我们的梦被连接起来，究竟是不是兰溪那边？之前在西坝村就应该发生了直接，但在协议钢厂那边，因为兰溪能看见所有。我觉得就是。当然了，也不能这么武断的判断。是的，这种事情太超乎理解，还需要回去研究研究。我没有在别的地方发生过这种事情。也就是说，在这个房间里，吉兰溪可以把我们的梦境连接起来。可，如果这就是所谓的超级武器的话，要怎么把它从梦里给搞出来呢？塞德纳越来越近了。内参报道，世界各国夜间猝死的人一直在持续变多，15天内已经有21121人在夜间死亡。而各国专家做出了研究，在死者们的大脑里检测出了一种类甲烷核物。现在，这种核物从性状和含量上分析，对人体是不会有致命危害的。这种类甲烷核物被学术界定名为烈性甲烷。兰溪，我当时下线后，你们有没有在里面继续发现些什么？有的。我们发现了桌面上画着一张图，是一座山，而凯蒂安娜在窗外也看到了一座山。我刚刚想到，那是不是说，其实确实有一个粒子对撞机，但是不在金字塔的地下，而是在那个山下？极有可能。毕竟，如果按照这种级别的科技，在山底下造对撞机是更合理的，总不至于在金字塔下面。那你觉得可能是哪座山？那显然是昆仑山了。别告诉我你们不知道昆仑山死亡谷的事情。好像有这事儿。那里的刃战士传说，也就是螳螂人传说，
我看到了那座山像个仙宫，第一反应就是神山。然后呢，姬兰系的祖先周穆王去见西王母的故事就是在昆仑山。那你之前还说去埃及见法老呢？可能是一起的喽，或者大家在昆仑山见面呢？认战士是怎么回事啊？认战士的话，这事儿恰好我知道。当年我20岁的时候，参与了一个探险项目。这里的磁场发生了奇怪的变化。是，太奇怪了。等等，你们看前方，那东西在动，那是什么？啊！我说不清楚，他们好像在昆仑山核心地带守护什么东西，我们不靠近是没事的。后来那里就被封锁了起来，几十年都不让人进去。《山海经》里的昆仑山和现实中的昆仑山可不是一回事。的确不是一回事，但有一点是没错的，现实中的昆仑山有一个死亡谷，附近天气经常很怪异，说是有强磁场，但是又给不出有强磁场的合理解释。那我们什么时候去昆仑山？你一个北拉女兵，有什么问题可以和你们北拉国军方申请。那昆仑山要是在北拉境呢？我会的。昆仑山螳螂人倒是听说过，但是谁会当真啊？马荣兴教授也没有亲眼所见，他只是从一个惊魂未定的团战中得知，而且后来我同伴也死了。说到这些，我是相信的。我倒是希望太极鼎能去碰一碰。可是没有理由把太极鼎小队开去昆仑山，毕竟跟粒子对撞机以及梦境有什么关系呢？粒子对撞机的话，还真不一定。粒子对撞机开启之后是会产生巨大磁场的。据说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需要使用4兆电子伏特和1万多安倍电流去推动每一束粒子。常识的磁场能量是多少来着？换算差不多等于地球磁场能量的10万倍。哎，你说那个昆仑山死亡谷磁场混乱，这就很关联啊。那我脑洞开了，神话中的昆仑山和现实中的昆仑山说的不是同一座山，那是神山。但是有没有可能，所谓的真昆仑山，实际上就是一屁股坐在死亡谷上面的某个大飞船，然后飞船开走了，就变成死亡谷了呢？那你脑洞，我也脑洞。死亡谷下边是一个超级喷射器，将月球喷射到了太空。哎，不是说神话中月球曾经还是和地球相连的吗？你脑洞无效，那你脑洞也无效。我来脑洞，这些再加上螳螂人之类的守卫，似乎那里是一个未知的科研基地，用类似粒子对撞机之类的量子力学工程设备。这个脑洞我觉得有效，事情又变得有趣了。有效，有效。正好达伯被软禁起来了，可能他知道点什么，我让凯威帮我去调查一下，顺便找找专家研究一下梦境相连。你们没必要派这么多士兵看守我，没有用。如果我的人要来救我，你们拦不住，只会白白牺牲的。你确定吗？我确定啊。未来总会有一天，看看谁小看了谁吧。来干嘛？你知道昆仑山吗？当然知道，神山嘛。下面有什么？我建议你们不要去，你们还理解不了。不去就更理解不了。
那是更强者的领地，那是我们的国土。哼！喂，拜托，你们才来地球几千年，你们说这是你们的领土？领土是什么？但星际战争你们没有概念，高级文明根本就不认可。那他们是什么？哼，无可奉告。如果我们一定想知道呢？不要过来问我，自己搞定。根据大家的资料信息，我觉得真的是太神奇了，太兴奋了，梦境相连，闻所未闻。既然如果和中微子的活动有关，中微子的速度无限接近光速，而且几乎可以穿透一切，也就是说，从你的大脑穿透到他的大脑是几乎光速发生。那有没有什么办法把梦里的东西搞出来？梦里的东西怎么搞出来？天方夜谭啊！既然我们大家都看到了，而且描述的形态一样，那就说明它不是只存在一个人的梦里，它就是客观存在。好，我们假设它就是存在的。那么，要怎么把它从那里拿出来？我认为，这就要考虑到弦论了。弦论，简单说，组成万物的最小粒子是夸克，夸克则是由弦的振动产生的。弦是最小的不可再分的能量。直观的理解为，弦的振动产生了万事万物。所谓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也就是说，控制了弦，就控制了扭转现实的能力。那要怎么？我知道你要问什么。要怎么控制弦呢？我可以这么说。没有人可以控制弦。首先，这只是一个假说；其次，有能力控制弦，那就是至高无上的创世神。等于没说。那昆仑山下的粒子对撞机，哦对，如果算上这个变量，那就不一样了。所以啊，我怎么样？他什么都不肯说，只说了那是别人的领地，我们最好不要去。那怎么能是别人的领地呢？我想他的意思是，那里在我们华夏文明诞生前就已经物有所主了。这么说倒也说得过去，跟我们没有交集的其他东西。反正钱伯新研究员也说了，如果真的能把昆仑山与粒子对撞机、中微子理论甚至超弦理论等联系起来，说不定真的能推动人类科学大步前进。既然凯威也从达伦博斯那里得到了一些信息，这次行动我觉得可以批准，但必须周密安排。毕竟凯蒂女士是外籍士兵，要加入我们的行动，我们还需要跟北拉那边协调。所以我也想加入你们，去实地考察一下。因为我就是粒子对撞工程的工程师，在量子力学领域深入研究了很多年，这种东西我一定要去看看。署长，首长，您昨晚也被梦鬼袭击了吧？也不好说，大部分人从小都会有鬼压床的经历，我并不认为这一次特殊，只不过我仍然在梦中努力挣脱，也就没事了。是的，我挣脱过一次。你们真厉害。帅哥，你一直守在门口，我怎么好换衣服呢？隔着这么大墙呢。你们的衣服好帅哦。羡慕也没有用。怎么样，好看吗？也挺美，恭喜啊！在双方的努力下，你暂时成为太极岭外籍联合队员。放心，不用太防着我，我待不了多久，解决问题就回国。也没防着你。确定不防？不防，小心我偷走你的心。不带这么耍流氓的。谢谢你救了我啊！哎，早上好，早上好。走。
早，兰溪。早。你也来晨跑？对，今天要去昆仑山行动，我怕跟不上你们节奏。哼，我们都是军人，你跟不上，很正常。不掉链子就好。哎，上次打罗刹1号的时候，我看你还能翻跟头，看起来运动天赋不错。本来也不错，练过。村里人太欺负我。村里人欺负你？是啊，他们总说我是勾引人的妖精，还总说会梦到我。其实，对我来说也很困扰。我经常精神不好，很痛苦、压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也不知道跟谁说。其实现在梦到你，并不算奇怪。我也会，经常。那可能你梦中的我形象不太好吧？还好，还好。兰溪，其实1小时准备出发去机场，快集定小队，请做好准备。我得去找苏温清点装备了，兰溪，你也去准备一下。好的。所以今天咱们又需要有什么作战思路呢？凯蒂安娜的装备准备好了吗？里面那套。好，那接下来勇闯昆仑山。真的吗？真的要向神山挑战了吗？可能是吧，我们也不希望真的有什么能打起来。不过达伦博斯确认了那边有另外的力量，那就不得不考虑了。你这边生产一道太极鼎需要多久？现在的话，我们1天内能装配1套。那效率不错，1年就能装配365套。是吗？真的要大规模武装了吗？可是石墨烯的生产工艺还不能大规模量产，其他环节的生产跟不上，也是没办法量产的。现在1年能出来20套，算是顶天了。上次你提前预约的破甲高容电钻弹击炮不错，给整一台。这个呀，得有一套足够雄伟的动力装甲来扛才行啊。让谁来拿比较好啊？军区里还有更猛男的吗？那必然得有啊。申请调优行吧？哪能不行呢？给我个时间。那1分钟后。1分钟。嘿，彪哥，擎天2型开出来。行，好嘞。嚯，你这个是扫晴天啊？那算什么晴天啊？我这个才是。这个走路有点慢啊。外骨骼动力装甲，当然还是要看操作人的身体素质的。也有道理。现在我需要点赞，可以吧？不会延误更多战机吧？这个不会，这个绝对不会。点赞，点赞。昆仑山，我们称之为万山之祖，素有神山、仙山之称。它发源于帕米尔高原东部，全长2500公里，平均海拔也达到了6000米左右，总面积50多万平米。如果说一个粒子对撞机长度在20公里左右，大家还能理解，但是整个昆仑山长达2500米，如果只是埋藏在其中某一个片段，那就非常难找。大家先工作吧。是。报告，前方已经没有足够宽的陆供卡车行驶了，
接下来可能必须得步行前进。太极顶装甲真厚实，动力更大。能让你有机会穿上我们的装甲，交涉过程真的很复杂，经过层层审批才获得。不知道该怎么说，我觉得我们现在面对的敌方已经不是我们自己，沟通机制就该简洁一些。走吧。多少吨啊？就重1吨。哇，这么厚重的玩意才1吨重？那当然，最高的强度还最轻的材质，方便运的。来，一雄，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我叫一雄，中尉，来自11军区。今天正式加入太极点突击队，负责扛起这个1吨重的刑天2号，和扛起这个半吨重的黄战时电钻机炮。黄战时？这个虽然是武器厂队来设计的。但是是我命名的。可以了。我的作战系统也升级了一些模块，按苏文尔的话说，就是接近第5代战机的第2代作战系统，雷达扫描。行，在飞机上我都提前了解了。好了，兄弟们，冒险开始了。这太适合我了，从小就有这样的梦想。不太适应。你看我学的多快！你踩过钢枪吗？弹簧钢枪，找找那种感觉。哦，我试找，反正就是有点运动神经不够发达。前锋部队即将进入密林，我们在这里做好标记，准备投放无人机，无人机侦察网展开，确保覆盖每个角落。前方的盆地就是死亡谷，没错，它是个盆地，并不是一个狭小的山谷。这里虽然很宽阔，但是传言生物进去了基本不能活着出来。太极顶小队准备进入传说中的地狱之门，不过已经被勘察过了，只是个山洞，没有危险。七小队注意，七小队注意，等无人机先行。这里看起来没什么。外围有一架无人机在8公里左右忽然坠毁了。保持警戒，继续前进。这是进入了一个强磁场区，信号被干扰严重，直接就撞墙了。有拍摄画面？有，前方是一个很幽深的山谷，长满了杂草杂树。其实看起来这里也并没有那么神秘，本来也没有那么神秘。你看，这里的地下有很强的磁场反应。哇，这也太夸张了！这个磁场源的深度看起来超过了20公里。我知道，但是20公里以下确实有点夸张。世界最深的自然深度马里亚纳海沟才11公里，而人类挖掘的最深的深度是罗曼诺夫的 OP11 油井，也就是12345米。
35公里以下就是地幔层，你这走了一大半了。而且啊，探测器也不可能探测出20公里以下的金属，这个太远了。我国的最平沙250工作室也才到地下2400。这个我了解，但是我们面对的不是一般的个体，他们可是连静默都能做到一起。而且，如果这个粒子波动机跟中微子那理论上达到这个深度是非常有必要，几乎可以保证只有中微子能穿透这么深的厚度，可以完全屏蔽掉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干扰，地底的温度控制也更高效。那它就是一个最纯粹的中微子实验室。我曾经做过一个梦，这梦见我拉着一个女孩逃进地心，20公里以下的大气压和地底温度，生命体是不可能存活的，就算是钢铁也会被压成碎片。136号无人机怎么回事？请报告情况。不知道，被击落，在空中发生解体。好像有点起雾了。明白。大家注意警戒，无人机被袭击了。雷奇队长，我觉得很不舒服。怎么了？我们实际上在被红色光的笼罩着。可是我们看不到，我没法判断。蓝鹰2号，蓝鹰2号，注意空中支援。蓝鹰2号出弹，除了有点没有发现任何可疑异样。先锋小队在密里没有发现异样。其实如果达伦博斯说的是真的，那我们这么做，确实属于冒犯他们了。我们可以不冒犯，但是我们不能什么也不知道。也对。这里跟其他地方不一样，这里一直都有一种红色的光。并没有看到红色的光。红光越来越亮了，像是在移动变化。雷七，我们觉得可能需要向对方广播，如果他们存在的话。广播什么？我们只是来寻找真相。好。我们2区区探险队，请问有人在吗？我们2区区探险队，请问有人在吗？又有什么情况？这是一串2进制代码，我能破一套。怎么样了？很显然，他们收到了我们的消息，并且宣称，如果不离开，就动武。那知道多少他们的信息？很少，除了之前螳螂人传出来的信息，现在基本上一无所获。我认为不会比我们想象的更强。为什么？他们用2进制跟我们交流，说明他们的科技仍然在数学和物理学的范畴之内。我翻译一下，就是肯定不是神仙，不使用法术。物理学范畴内的话，上次的传闻说的是刃战士，也就是机械物理作战。他们会不会有什么原子弹什么的？而且他们有多少人，我们都不清楚。既然地底量子对撞机都有了，原子弹什么的，那肯定也不是什么问题了。不过就算有，至少也在我们的理解范围内。如果达到这种水平，那也够呛的。这么说的话，我认为至少有继续保持交涉的必要。我们怎么可能死心离开？那我们回一个信息。就回为什么要离开。好，反问一句：为什么要离开？队长，你的头盔可以向前方发射电信号，你可以试试。啊，还有这个玩意儿的吗？可不就是法术吗？这不可思议啊！这就是戏法吗？什么戏法？下过古人用的脉冲电流技术。这有啥呢？你是真的一点都不怕呀？不管他们弄出什么东西来，只要跟我玩科技，我就不会怕。
这次的信息比较明确了，说的是死亡。死亡是什么意思？强行下凡了呀！追踪光球数量113个，113个，追隐蔽。你们有多少战士在周围？加起来也不超过50个。啊！有被攻击了！有被攻击了！出现伤亡！出现伤亡！不知道是什么，他们在肆意杀伤我们的战士！他们排山倒海的过来了！要攻击吗？来了！飞机！压断！来了！实在又打不动！我们的小队被袭击，手段残酷，他们没有任何留手。所有单位准备战斗！这我还以为就那么1、2个呢。113个，113个，这就是一整个李安的部队。靠近一点，兰心，准备打上了。还等什么？赶紧来！看起来又是机器人，而且 AI 更简单，就是数量还多。他们到处都是，周围的小队扛不住，我们集中火力。我这不是第2代作战系统吗？兄弟们，有什么高效的方式？锁定所有目标，让协定2点对点自动射击。来，锁定所有800米内目标。连接行电2，狂战10，自己动好。一球，上高地。刚刚那一跳，直接跳没了2%的电。稳住你的狂战10，没问题。数量太多还扛不住，可能需要呼叫远程火力。现在几个，还往上射击。特别影里强，大家伙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你有办法吗？
面这里我们已拉了，同步，能调动远程火力的。他妈砍我！比石头都快吗？你们赶紧打号，我来给你们拖延时间。开口。还以为腰部最脆弱的部分扛不住了。你们这套太极顶的软脚部分也这么强，别以为我不懂什么地方需要防护。还有好多，太多了，太多了！再接再厉！天哪，重一点！明白。你们的人员信息，远程火力炸了。有炸，擦得起来吗？你玩笑！你们部队，我们集中火力打掉技术敌人！开火！远程火力准备完毕，太极顶可以直接调动。位置已经全部同步完毕，远程火力准备开火，呼叫轰炸，捉田！发射！对人工妖怪真下头！来了！放心之后风平浪静，估计差不多了。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家伙看起来跟未来科技一样，但是打起仗来还挺有5000年前。说明他们的军事科技实际上并未受过社会的毒打。他们不懂现代战争，只会折磨古人。哦吼，他们说停战。哼，先攻击，一看打不过就跟我们说停战。长官，暂时接受停火。暂时接受停火。保证你能安全到来，也确保我们安全交流。他说他来了。
么都跟兰溪认识。兰溪，你到底是谁？小时候见过王母娘娘。这就是你说的王母娘娘？我不确定，小时候见的有点像。你传承着我的基因。他说你遗传了他的基因。哟，会中文吗？对方回答：你们应该学习2进制语言，这样才可以跟其他科技文明交流。怎么？呛住了吗？嘘，再叫神教。2进制需要电的变异，我们人脑也很注意。因为你们专注于其他事情，小笨瓜。小笨瓜，是确定不是位当代辣妈吗？我会你们的人类，但是可能还停留在数千年前，与基兰系的先贤王相会的时候。现在给我一些时间，我慢慢学习。王母娘娘，西王母。你说的西王母是埃及法老。那你问他，是不是当过埃及法老？你是否当过埃及法老？你曾经是否去过埃及？当过2次。妈，请你们不要继续解决昆仑山之下的下题。我暂时不想颠覆一切。可现在已经颠覆得七七八八了。慢慢来，孩子。那怎么解决我的问题？怎么解决梦鬼？怎么了？这个女性是不是出于赛德纳的邪灵？赛德纳邪灵。果然，11000年后，他们又有了。那你看看我有没有？是，你也有，你们很多人都有。你怎么看出来的？你们可以投射肾上腺素，你们这一代比上一代强。可达伦博斯还在那说我们不行，跟我们预想的方法不一样。而且达伦博斯对我们有偏见，他的文明被重塑后，他内心一直抽。哦，你们认识？几乎对。好了，对你们造成伤害，我很抱歉。之前确实有点冒犯了，但你们今天亲自进入做，我们也会能自交流消息。什么？再见。我求证闪电了，时间就是好好，还求证闪电当座驾。你不是不信神吗？那我该怎么称呼他？交流电女王？对啊，怎么称呼呢？你们可以简单的称呼我为何去去。我尊重你一代人的想法，既不想被消灭，也不想被消灭。那路就要自己走。很快我们会再见面，雷奇。分开来看，每一个原理我都懂，但合在一起，就是没懂。我们那边严重了，军队里死亡的人数越来越多，人心惶惶。但是，没有人有解决办法。身为军人，无能为力。这段时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先是罗刹1号，又是达伦博斯飞碟，接着是这位交流电女王何雀色。应该就是我的祖先西王母了，不是什么王母娘娘。我也查了我祖先的故事，周穆王去昆仑山见了西王母，具体发生了什么，谁也不知道了。但是
周穆王和西王母是有一段温柔之夜的。哦，古时候也兴这个？但是，不同物种是有生殖隔离的。生殖隔离是什么？不同物种之间是不能繁衍后代的，这就叫生殖隔离。比如，鸡和猪。你看到我，再看看那个河雀色女王，你觉得有生殖隔离吗？那不会，咱们之间也有生殖隔离吧？是不是想试试？如果我说为了科学研究，我不信你只是为了科学研究。怎么了？这次行动，4名战士牺牲，22名战士不同程度受伤。这个行动的责任，罗密将军全部扛下来了。好在，河雀色女王确实出现了，留下了一些信息，也算是没有白行动。可惜，昆仑山地底探索任务终究是叫停了。很遗憾。完蛋，扛了一宿，现在又到了该死的睡觉时间。对了，河雀色女王说，肾上腺素可以帮助打败梦鬼。肾上腺素？是的。就是说，做梦的时候还能激发自己更强的身体机能？应该是这个意思。真是个好办法。来，什么时候给我注射一支？我来当小白鼠。这事儿也不能一直这么耗着，我们就应该想办法解决。我们来做一个实验室。实验室？那晚上睡觉是不是也太亢奋了一点？从今天开始，我们4个人都需要睡在同一个房间，也就是这个房间。希望大家先打消男女有别的想法。What the fuck！ 我希望你们不要有才行。接下来，任何人睡觉都需要先报告。我申请了1打肾上腺素注射剂，谁要睡觉都先使用1支。那晚上睡觉是不是也太激情了一点？你闭嘴！你要再多嘴，就不给你打了。兰溪如果有办法让我们梦境相连，就最好了。实际上，如果睡在同一个空间，应该是直接相连的。我的队友就是这样死的。那就更好了。我不敢，怕疼。我来帮你。别怕，没事的。你看，快得很，没事的。南希，你睡着没？没有，睡不着。我也是。不好，奇怪的感觉来了。什么？有一团颜色进来了。他来了吗？不知道。你怕不怕？有点。要不然，你睡我这边来。好。
了，今天就是塞德纳西难日。走！塞德纳西难日，突如其来的地质大灾变，导致北美地区即将率先沉入海底。怎么办？我的父亲母亲在哪？我得去见他们，我得在最后的末日和他们在一起。看谁弄死谁！谢谢你，你太帅了。不好意思，我得醒了。你醒吧。我怎么醒？我还以为情况很紧急。你错过了。味道真好。我不喜欢你们的食物。这可能就是文化差异。刘湛倒是不错，感觉怎么样？啊，我什么怎么样？你觉得我怎么样？昨夜快乐吗？什么快乐什么？别装了，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我以为就是做梦呢。你还记得多少？就咱就爱来爱去的。
梦鬼来找我，你救了我。啊？这块我不记得有啊。真来了，咋解决的？你、我、兰溪一块打败了他，当然主要是你。不，这里有问题。什么问题？我说不上来。我们确实都统一在凯蒂的梦境里出现了，但是每个人能记住的片段不一样。那救我的是刘湛，没错吧？是的，我看到刘湛救了你，但是刘湛的梦不是从那儿开始的，很神奇。啊？你这不好吧？你偷窥我的梦，你做点别的还好，我这样啊？那雷七呢？别讨论什么梦了，我们还是讨论有趣的事情吧。有趣的事情就是，只是在我的梦里，刘湛救了我，可刘湛自己不知道。那至少刘湛是你心目中的英雄，一直会在你危难的时候救你。在梦里，那怪物一刀给我削断了，我看到自己的内脏，吓死了。这就是前天晚上留下来的吧？影响到你的梦了？没错，是的。如果这算是解决问题了的话，我想我可以回国了。啊，是吗？有点舍不得呢。我也舍不得这位刘湛兄弟呢，他救了我多次。嗨，小意思。好的，我下午就得办理回国手续了，我得把我的方法带回去。那后会有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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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湛，醒醒！兰溪，兰溪！快点告诉我，现在这还是梦？我昨天也看到了一些东西，但不是这样的结果。你看到什么了？他成功了，跟我们道别呢。今天几月几号？2030年5月20日。对，5月20号。没错，今天5月10号，我父亲叫雷延冰，我是行伍世家。昨天我们刚从昆仑山回来。是的，咱们昨天并没有梦到一块儿吧？我只梦到了和他抱在一块儿。我看到了，刘湛救了他，但是没有用，他还是死了。所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解释不了。
肾上腺激素不管用。已经跟贝拉那边沟通过了，他们似乎并不关心凯蒂的生死，因为这对他们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了。最近死的人有点多，在大家都找不到原因的情况下，官方公布的说法也最多就是大家注意身体，避免意外猝死。我保护不了他，也保护不了我们的太极鼎成员。结果出来了，他的腹部伤口有自己的指甲纤维，他死于心理暗示，导致自己把自己腰给划开了，于是失血过多而死。什么意思？不管是你们认为的梦鬼也好，赛德纳也好，至少从医学的角度来判断，他就是死于自杀。荣兴、严伯清、苏文文到会议室来，我们必须有对应之策，我们必须反击。这他妈到底算怎么回事？如果你要战，就直接冲我来。全球目前有5万人在这20天时间里梦中猝死，注意，全部死于梦中。然后，所有追踪到的尸检报告都显示，大脑处有烈性甲烷。烈性甲烷，如果联系到赛德纳，那么赛德纳作为一个远离太阳的寒冷行星，表面是会产生一种叫做脱磷的物质，是一类共聚物分子。甲烷就是脱磷物质的组成成分。对，我也对其进行了研究。烈性甲烷和地球甲烷实际上存在很大的区别。甲烷的分子构成被修改了，因为现在给出的信息中都说梦境和中微子有关，所以我做了仔细的研究，其分子内部的氢原子的中微子，比正常氢原子的中微子要多出2倍，而且过度活跃。赛德纳星表面覆盖脱磷物质，当到达近日点后，会充分地接收到太阳光辐射，产生光合作用。这种光合作用同时又会向外辐射新的物质，显然，它向外辐射了烈性甲烷。因为赛德纳强光合作用的时期会非常长，接近50年，所以如果一直这么持续下去，至少50年内，地球人都会受到烈性甲烷的影响。对了，我还有一个信息，我之前说看到了赛德纳，她像一个女性妖怪，但是之前雷奇并没有当回事。可是今天早上的时候，我看到了她。就浮在高空，很大很大，就是一个女性妖怪，她正盯着地球。你不信？就算你说的再玄乎，我也信。达伦博斯说过，赛德纳是地球的一颗尖星，以消灭地球智人文明为主。那有没有可能只是这种烈性甲烷单纯的作用，其实和女神和女鬼都没有关系了？那为什么每次都是通过做噩梦、见到梦鬼、被梦鬼弄死的方式呢？人在中毒的时候也会产生幻觉，如果身体机能迅速衰减，那么大脑会陷入恐惧状态，噩梦也就是正常的。所以你不信吗？也不是不信，只是就算赛德纳是一个女性，我们把这个女性接纳归案，那赛德纳辐射烈性甲烷的现实并不会被改变啊。那么我再说一个点。脱磷物质与太阳光合作用的结果是一定会辐射出烈性甲烷吗？这个其实没有道理。对，释放一些甲烷合理，但是改变甲烷氢原子的原子结构，这个不合理。氢原子结构是很稳定。还有一点不合理，甲烷虽然很轻，但是不可能被辐射到地球这么远，它连赛德纳星引力都飞不出去。那有没有可能是这个女性给甲烷下毒，然后再射出来的？这种猜想真的没有办法验证，只能是假说。更合理一点说，烈性甲烷在某种助力下逃逸了赛德纳星，
那即便它飞出了赛德纳星，要知道赛德纳星距离地球100多亿公里，甲烷的飞行速度才多少？达伦博斯和雀色女王，他们都一致认为，赛德纳是一个生命形态。其实我认为也不是没有解决方案。我需要钱伯新教授带我去翠屏山暗物质实验室，我们可以一起研究，因为我有一个伟大的构想，需要量子色动力学专家帮忙。这个没问题。之前和雀色女王说兰希姐是她的基因传承，也就是说兰希姐就是通过基因改造拥有了这些能力。我想把这个能力复制到我们的太极鼎系统里，让我们的太极鼎战士也能通过外部设备去感知中微子。然后呢？那你愿意跟我们一起来研究这个吗？可能需要你的配合，我们可能需要用更尖端的科技来分析你。痛吗？哦不，痛的话就不叫分析了。放心，我不是邪恶科学家。那我觉得没问题，我希望更多人能了解我。他是一个外籍军人，没错。但那又怎么样呢？我们因为一样的理由聚在了一起，经历生死。你说，现在的世界怎么变的？我都有点不认识了。这外国女人啊，还别说，真有点魅力。哎，你这个抓痕哪来的？什么抓痕？这儿。啊？你会不会是下一个？我希望是，我希望他来，今晚就要干翻他。希望如此，我相信你。不过我一会儿得跟他们去翠屏山实验室了，你能照顾好自己吗？相信我。相信你。这里就是翠屏山暗物质实验室了，来，跟我来，从这里进去。这里呢是一个极深的地下实验室了，差不多有2400米，基本上要坐缆车下去。主要研究课题就是宇宙中的暗物质。其实这里也研究中微子，有一点进展，但不大。看这儿，这条大隧道，开车也得20多分钟。为什么要建这么深？主要还是为了屏蔽掉宇宙微波辐射以及其他辐射。为了进一步核对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我们必须把门也做得更好。啊，这里是中微子数据测算处。来，这有电梯，还得再往下500米左右。下面的气压太低了。哎，文心，不是，来了。
这位是李达博士，专注于暗物质，波色爱因斯坦对他研究，差不多20多年。你好，李博士。你好，雷奇上校，久仰。这位是季兰西，文件里介绍过的神奇女士。你好，季兰西女士。你好。这位是苏文文，文件里介绍的超级天才。李博士。你好，得向你学习啊。相互学习。几位，请跟我来吧。走。这就是我们的实验室。我特地把我之前做脑控机的调试仪也搬了过来。好，这边。你把数据对比一下，频率调到同步。好的。可以了。南希姐。放心，不会疼的，也不会对你的身体有损伤。这个不是标本采样，也不是动手术，只是用电波感应和光谱扫描分析一下你的脑电波情况而已。好。毕竟我只是想把这种效果转移到机器上来，也不是说要弄什么基因克隆技术。这边的操作会释放足够多的 W 及 Z 玻色子，只有这几种玻色子能与中微子发生弱相互作用并传递能量。这些被释放出来的中微子通过这个玻色反应器会穿过它的大脑，这样它就可以接收到经过编译的中微子辐射，能与它大脑发生弱相互作用。OK， 如果你那边的辐射波传导过来，与它大脑发生反应，那么应该内容就可以在我这边的屏幕里看到。可以开始了。好，请闭上眼睛，关灯。开灯的话会有光子辐射，会影响实验的。好，我开始了。不要紧张，这是电磁温箱在加热，这需要加热到1亿度高温，需要一点时间。哇，1亿度！是的，只有足够的高温，才可以让原子发生聚变。蓝琪姐，你试着构想一下空间。有变化了，你看。这么多杂色，是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吗？这里不会有。好，想象始终是不精确的，不像梦，梦的实感比单纯的想象要强很多倍。换一种思路，蓝琪姐，我这边可能需要催眠你。好的。黑了。这应该是他睡着了，什么也没有发生。
真的神奇，中微子与他大脑发生弱相互作用，而这个作用又让大脑产生电磁力，电磁力成像技术，你这个也蛮伟大呀。其实没有那么伟大，主要是吉兰西的大脑太厉害。哎，我记得之前跟他们聊的时候，雷奇队长说那个达伦博斯。谁？哦，你不认识。那个达伦博斯说，只要调节3种中微子的曲线，就会像调节颜色 RGB 一样，让像变得更清晰。这个我可以弄，就是调节电子中微子、缪中微子、套中微子3种呗。我来。是吧？是我跟你说了，我还有一个笑话，你知道吗？我这个笑话可一般不跟别人讲，真的是吧？我也觉得很神奇。我先说一句脏话，可以吗？你说。塞雷雷，你改变人类历史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成功了。这个早上吃10斤大米饭，你知道吗？他能把人撑死了，你知道吗？然后长得还特别帅。他这个人我不怕什么梦魇，揍过他好几回了。你说你很强，上去干掉他们。不是回美国了吗？我不放心你们，所以回来看看。谢谢你。
了，我都快找不到回去的路了。再见。再见。怎么了？没什么，我只是找到了余生的意义。